竟敢冒犯本天道的天威，无可知吾掌握着所有生灵的大道法则。你不过是昊天的一缕残石罢了，小小残石也敢妄称天威？你可知本尊是谁否？天道即昊天，尔等皆为蝼蚁，怎敢与天斗？若天压我，我便劈开那天；若地拘我，我便踏碎那地。我等生来自由身，谁敢高高在上？我有一剑可斩苍穹，斩！不得不承认你很强，但是你中计了，万重杀阵。可恶，动不了了！交出鸿蒙道法，吾饶你不死。想要鸿蒙道法是吧？不好，这家伙要自爆！这是我上一世前往楚州的车上，也就是说，我的神魂重生在少年时代了。是老爸，上一世老爸因为被其他家族打压，受尽凌辱，导致家族没落，最后只能郁郁而终。自从老爸去世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。老爸，真的是你吗？陆轩，你到楚州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你妈已经联系了你娜姐了，她会在车站接你。到了学校后记得认真学习，知道没？我知道了，老爸。你跟妈也要照顾好自己身体。苍天不负我，让我有了从头再来的机会。只可惜神魂重生后，我的先天灵根混沌青莲受损，天玄之力微弱不堪，所有修为也随着重生尽数消失。不过那又如何？本尊游历星辰100万余年，只要结合地球的天材地宝，一定能再造神奇。这一世，我要弥补我上一世所有的遗憾。楚州站到了，请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。这熟悉的空气，这熟悉的街道，还有我手上的螺蛳粉，我想这口已经响了100万年了。亲爱的地球，我回来了！伊娜，你那乡巴老弟弟怎么还没到？等得我烦死了！是不是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，迷路了？李洪文，别以为你家有2个臭钱就可以随意贬低别人。我似乎没叫你来吧？是你自己非要跟着来的。是，我周大小姐，你说的对。哼，先忍忍，等本少哪天把你办了，到那时再慢慢折磨你。洛轩，这儿呢！是周一娜，娜姐，邻居家周叔叔的女儿。周叔叔和老爸是至交，在一场车祸意外夺走了周叔叔的生命。临终前，周叔叔把他托付给我们家。我们从小玩到大，娜姐一直对我都很好，我们就像亲兄妹一样。娜姐，许久不见，我们家洛轩变帅了不少呢。对了，洛轩，这是李洪文，李少，和我一个学校的，他爸是楚州有名的富商大佬。
虽然这李洪文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他爸在楚州也算是有实力的大佬。如果洛轩能多结交一些有实力的人，对以后在楚州立足一定有很大帮助。你好，我叫李洪文。好，陈洛轩。你好，我叫李洪文。哦，陈洛轩。什么？就这？任谁听到本少的名头，都会像条狗一样巴结我。而这看似平平无奇的陈洛轩，竟敢如此蔑视本少。哼，算了，等我把你姐搞到手，再慢慢收拾你。上一世他为了逼娜姐就范，联合其他家族打压老爸的公司，最后迫不得已才选择嫁给了这个花大少李洪文。娜姐受尽各种凌辱和折磨，最后跳楼而死。娜姐的遭遇也是导致我后面心魔滋生的原因之一。既然我重生回来，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悲剧发生。周大小姐，明天见哦。娜姐，你发什么呆呢？云顶天宫，楚州最豪华的别墅，我什么时候才能住上这种房子啊？娜姐，等我赚钱了，一定送你几套云顶天宫的别墅给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到时候你姐我也可以体验体验当豪门阔太太的感觉了。上一世学生时期的我，面对云顶天宫这样豪华的别墅，我或许想都不敢想。可是这一世，我不再是任人凌辱的陈洛轩，只要我想要的东西，动动手指，便可手到擒来。洛轩，你看，前面就是我租的房子了。这小区离楚州大学也近，你先自己出去买点生活用品。今天你姐我亲自下厨，给你做好吃的。好。才一段时间不见，感觉洛轩眼中充满了自信，言谈举止都变了不少。难道是我产生了幻觉？啊，就是这里了。四周灵气弥漫，想必这里应该是楚州最有灵气聚集之地了。我得抓紧筑基才行了。修仙者的修仙等级分为筑基、先天、灵技、金丹、元婴、反虚、合道、渡劫8种等级。筑基又分为聚气境、神藏境、虚神境。本尊遨游星辰100万余年，结识的修仙道友更是数不胜数。在我脑海里，单单筑基就有几千万，甚至上亿种修炼法门。幸亏鸿蒙道法还在。上一世心魔滋生，导致体内33种神脉错乱，不然小小幻虫杀阵，能奈我何？既然这一世神念得以重生，我一定要将所有修为练到极致大圆满。这一世，我要那诸天万界皆臣服于我。成了！鸿蒙道法果真厉害，不愧是先天至宝。不仅修复了我破损的先天灵根，就连天玄之力都在慢慢恢复。此刻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，轻飘飘的。如今我已入聚气境了，接下来便是寻找修仙真人留下来的天才地宝了。你总算接电话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。你小子回来，我再收拾你。完了，一心想着修炼，忘记娜姐还在家做饭等我了。抱歉娜姐，让你担心了，我这就回去。这老者身上的波动，难道也是修行者？不对，这老者虽一身浩然正气，但与灵气接引不通。或许是地球灵气正在慢慢枯竭的原因导致的吧。哪来的野小子，在这里摇头叹气？你什么意思？抱歉，
我叹气是因为别的事。这小子明明就是看到李医仙手里的针才叹气的，莫非他也懂医术？且慢，小友如此叹气，莫非是觉得我李长生的医术不行？哼，这看着平平无奇的毛头小子，估计是哪个乡下来的吧？罢了，不知者无罪。我堂堂医仙怎可与这小辈动气？失了身份。哼，你如此扎针，不出3秒，这老人家必吐血身亡。小友如此叹气，莫非是觉得我李长生的医术不行？哼，你如此扎针，不出3秒，这老人家必吐血身亡。哦，这么说，小友你也懂医术了？哼，我李长生现在沦落到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叫嚣的地步了，是吧？完了，没想到这小子这么口无遮拦，竟敢惹怒李医仙，真是找死！现在的年轻人呀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李长生在楚州，连我见了都要尊称一声医仙。眼下他不知道分寸的招惹，而且李长生又是睚眦必报的性格，此子今日怕是十死无生了。就你也配称为医仙？樱花国的川岛木子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如此为他卖命？上一世，在各大新闻媒体得知这个李长生串通樱花国使者，伤我华夏众多高手性命，纵使我华夏人一族欺凌，既然今日让我碰上了，便绝不能饶他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既然如此，便留你不得了。都出来吧，先斩灭此人，再击杀傅国生。小心！完了，这小子看着弱不禁风，怎么能同时挡住3名武者的进攻？怎么办？难道我跟爷爷要丧命于此？你千不该万不该去做一国走狗，汉奸走狗当斩！鸿蒙10万式第1式，烈焰斩！什么内劲外放，一招击杀3位武者，这是个少年宗师啊！不止，刚才那一击宗师也做不到，这一定是一位化境宗师。我没有眼花吧？一招就击杀了，这可是3位武者啊！随便一个在楚州都是神明一样的存在，这小子还是人吗？原来是宗师降临，在下傅国生见过少年宗师。我叫陈洛轩，我不是什么宗师，我最多只是个修道者罢了。修道者？没听说过。我们武道界的等级分初级武者、高级武者、大师级武者、宗师级武者。宗师又分为化境宗师、神境宗师。在这个世界，高级武者便可称霸一方，更何况像您这样的宗师级武者，化境宗师更是寥寥无几。神境就更不用说了，据说只有武道界至尊传奇人物龙傲天曾一只脚踏入神境，不过只是个传说罢了。我真不是什么宗师啊。对了，我看你体内蕴含着浩瀚的力量，按照你们的说法，你应该是位高级武者吧？没错，当年与樱花国众多武者那一战，一时不察被偷袭，落下了病根，伤了经脉，导致双腿无法行动。如今恐怕时日不多了。幸亏今日先生出手相救，否则我和婷婷就要葬送这大汉奸之手了。遇到我也是你的机缘，你这病我可以给你治。真的吗？那老夫就谢过陈先生了。宗师一诺千金，或许我的病真的有希望能治好，更何况这是一位化境宗师。陈先生，你若真能治好我爷爷的病，我傅婷婷愿意为你做所有事情，包括……不用，这一切都是机缘造化。
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3天之后，我亲自到你府上为你治疗。陈先生慢走，3日后我让婷婷去接你。爷爷，你确定这大学都没毕业的陈洛轩，真的能把你的病治好吗？傻丫头，你把宗师想得太简单了。他才20出头，便已经成为化境宗师，那可是宗师呀！就凭他刚刚那一击，绝对是可以跟龙傲天掰手腕的人。我们傅家想要在楚州一直稳固地位，就必须想办法拉拢此人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娜姐手艺真的是没得说，这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哇，好香啊！我娜姐手艺真的是没得说，这一桌子的美味佳肴，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回到地球的感觉就是好呀，正好刚刚修炼的时候消耗了大量体力，目前还无法做到辟谷，只能暂时靠食物补充了。我要开动了。慢着！干嘛呢，娜姐？一惊一乍的，我这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。你小子今天没接我电话，是不是要给我个解释？你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？你说你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我怎么跟叔叔阿姨交代？娜姐，放心好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们。许久不见，陆轩，你真是变化了不少。自从我爸去世后，你和叔叔阿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。看到你能这么懂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跟娜姐的年纪不相上下，可是她的言谈举止都不是一个小女生该有的。或许是因为从小失去亲人的缘故吧。愣着干嘛？快吃吧，房间我已经收拾好给你了，一会儿吃完你早点休息。我知道了，娜姐。接下来就是为父老炼制丹药了，但是重生后所有法宝都尽数消失。有了，我可以催动先天灵根、混沌青莲，牵引地球的灵气，从而模拟出紫气天龙鼎。虽然不能发挥出全部效果，但是在地球上练些简单的丹药和法器，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了。成了！没想到利用混沌青莲牵引地球灵气，不仅模拟出了紫气天龙鼎，而且在阴差阳错下，似乎紫气天龙鼎恢复了些许灵识。到时候在地球给他找到承载灵体，说不定有望恢复完整的鼎身和灵识。老伙计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想当初3000州的各门各派为了得到你，掀起了不知道多少腥风血雨，争得头破血流，不知道陨落了多少大能修士。机缘巧合下，让我得到了你。说起来，还是本尊的运气好呢。成了，父老吃下这回气丹，定可痊愈。有了紫气天龙鼎，再配合地球的灵草，本尊炼出起死回生的丹药，又有何难？怀念已久的校园生活呀，一天就这么结束了。唉，想想我这游历星辰100万年的仙尊，要是被阿明和北玄还有无极他们知道我躲在地球里上课的话，不得被他们笑死。怎么回事？哪来的妖气？
这不是娜姐的闺蜜苏婉清吗？她怎么急匆匆的？上一世，苏婉清一直对我和娜姐都不错，只是后来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。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。这一世既然再遇到，我一定得想办法帮帮她。等等，在这末法时代，居然出现了妖钱，或许是我眼花了。洛轩，今天李少生日，在华丰大酒店设宴。今天你姐我带你去长长见识。洛轩，你要是没空的话，不去也没关系的，有我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姐姐的。哼，这小子去了也是坏我的好事。今天你姐，我是势在必得。有空？怎么没空？去吧。李洪文，就你那点小花招，我岂会不知啊？我如今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任你欺凌的小子了，咱们慢慢玩。哎，李少，你可算来了，兄弟们都等你好久了。祝李少生日快乐！这是我家祖传的丹药，有强身健体的功效，据说吃下去可以让人生龙活虎。嘿嘿，你懂的，还请李少笑纳。很好，你小子挺上道。城东村那个项目，我一定让我爸安排你家做。多谢李少栽培。祝李少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这是我家从拍卖行所得的夜明珠，请李少笑纳。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你们乖乖做我李家的一条狗，听我使唤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。啊，哼，这是哪里来的乡巴佬？这可是华丰酒店的豪华帝王乡啊！怎么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来？你小心点儿，要是踩脏了这里的地，就凭你那点死工资，一辈子都赔不起。说谁乡巴佬呢？这是我弟，你们别欺人太甚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大嫂吗？这么说来，这个乡巴佬还得叫我们李少一声姐夫呢。今晚我们李少的生日，我可要叫你姐姐好好服侍李少，不然我们兄弟的拳头可不长眼睛哦。低调，低调。想做我姐夫，他还不够资格。天哪，这小子疯了吧？他说什么？他竟然敢说李少没有资格！放肆！你小子竟然敢不把李少放在眼里！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算了，陆轩，我们走，没必要搭理他们。想走没门儿！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城市套路深，滚回你的农村，看打！就这点能耐，还敢对我叫嚣，不知死活！洛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？徒手就将人打飞了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年轻人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我们俩这合力一击，定能让你从此怀疑人生。蝼蚁罢了。有点实力，怪不得这么嚣张。但在本少面前，不过是花拳绣腿罢了。本少对你一忍再忍，你却不知好歹。不怕实话告诉你，解决了你之后，你姐就会成为我们的宠物，任我们玩弄。李少怒了，这乡巴佬死定了。李少可是堂堂的一品武者，就算我爷爷来了，也要让李少3分。这陈洛轩敢惹怒李少，估计是脑子出问题了。陈洛轩，还不赶快跪下给李少道歉？或许还能留你条小命。要知道，武者不可辱啊！完了，虽然洛轩能打，但李洪文可是武者呀，怎么办？要是洛轩出点什么事，我怎么对得起叔叔阿姨对我的信任？李洪文，你们放了洛轩，我跟你走。娜姐，上一世娜姐为了我们家族，
牺牲了自己的幸福，如今这一事又为了我，甘愿做权贵的玩物。李洪文，今日本尊定当斩灭你！李洪文，如果你现在跪下认错，我可以让你走得体面点，不然我灵剑一出，尔等定当灰飞烟灭。我没听错吧？你小子莫不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本来看在你姐愿意跟我走的份上，想饶你一命，没想到你执意求死，那本少必须要成全你。哎，完了，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嘴巴就这么硬，死到临头了还不肯跪下。李少的全力一击，这小子必亡。今天就算是神剑下凡也难救他了。废话太多了。我没看错吧？这小子居然一招就把一匹武者打飞了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武者啊，楚州神一样的存在啊！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啊？太恐怖了！你们还有时间在这说废话，还不快点逃！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啊？太恐怖了！你们还有时间在这说废话，还不快点逃！仅此一招，就把身为武者的李洪文打趴了。才短短数月不见，这小子太让我震惊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堂堂武者，怎么会败在这小子手上？陈洛轩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啊！既然你死都不放过我，那我今日便斩你3魂，诛你7魄，让你为你的作恶多端付出代价。混沌青莲，现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饶了我！晚了，作恶之人不可留。灵剑，现！闪灭！终于结束了。上一世你对我们陈家的打压，还有让我娜姐遭受非人般的凌辱，如今你有这个下场，一切都是罪有应得。没事了，娜姐，我们走。龙哥，就是这小子把李少打死的。是啊，龙哥，您可要为李少报仇啊！李少生前没少拿宝物孝敬你。你就是陈洛轩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场子？敢在这里闹事，分明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你见过沙包一样大的拳头吗？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学生，能有多大能耐？这李洪文也是真菜，真是丢尽武者的脸面。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癞蛤蟆，竟敢管我的事？在下放屁龙，在楚州有头有脸的人都尊称我一声龙哥。你今天在我的场子打死了我的小弟，要是不给我个交代，恐怕你很难走出这个门。居然是楚州有名的富豪放屁龙，这人的势力遍布楚州，说是楚州地下皇帝也不为过。完了，这下洛轩惹上大事了。龙哥，没想到是龙哥家的。我弟弟刚来楚州，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弟弟。放过他？那李洪文的命就这么白白的没了？区区蝼蚁性命，没了就没了，你算哪根葱？敢管我的事？小子，你不会以为我跟李洪文那垃圾一样的修为吧？我可是3品武者，就算放在电视剧里，我也是男主级别的。我劝你别太狂。我管你几品，惹怒我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臭小子，你成功惹怒我了。如果你现在愿意跪下求饶的话，我只打断你4肢，留你一条小命，如何？完了，这小子彻底完了，惹谁不好，竟敢惹龙哥。
要知道龙哥一怒，整个楚州都要颤抖的。小子，下辈子记得别太狂。什么？我没有眼花吧？败了？龙哥可是3品武者，就这么倒下了吗？仅此一招就打败了楚州人人敬畏的龙哥，这到底是什么存在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个看似平凡的陈洛轩，怎么会这么强？被一个学生打败，这事儿传出去，我放屁龙还怎么做人呢？这样也没法跟上头交代啊！小子，我承认你有2下子，但在楚州不是靠拳头就行了。跟我作对的下场，只会让你在楚州寸步难行。喂，陈先生，你在哪儿？咱们不是约好今天接你去给爷爷治疗的吗？我在华丰酒店呢，遇到了点事儿，在处理。华丰酒店？是不是那个叫放屁龙的？对，你也认识吗？陈先生，你让他等着，我马上到。看来我说的这话起效果了，这小子一定是害怕了，打电话找帮手了，总算挽回一点脸面。怕了吧？找帮手也没用。我说了，我放屁龙不好惹，居然不相信我。洛轩，我们快走吧，我们惹不起这些人的。娜姐，你放心好了，有我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哪怕只是言语的欺辱都不行。太好了，大小姐肯定是知道我们这里的事，来解决这小子。任你小子有天大的修为，也不够大小姐拿捏的。哼，陈洛轩，纵使你有再大的能耐又怎么样？还不是马上就被大小姐肆意踩踏你的尊严？居然是傅国生的孙女傅婷婷，傅大小姐来了。据说这傅国生当年还和樱花国大战过，祖祖辈辈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这下陈洛轩没戏了。太好了，据说傅婷婷的身手不凡，定能一洗刚刚龙哥被打的耻辱。按照剧情的发展，李少的仇绝对能报了。远远我就感受到了傅婷婷的杀气，陈洛轩这下插翅难逃了。太好了，大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小子，我劝你马上下跪，我或许可以考虑收你做我的走狗，不然大小姐一发功，你定被打得连渣渣都不剩。陈先生，大小姐，就是这小子在闹事，快把他丢出去。哦，哎呦，大小姐，你打错人了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好你个放屁龙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陈先生可是我爷爷的贵客，你竟敢如此无礼！什么？老爷子的贵客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历啊？老爷子居然让孙女亲自开车来接，完了完了，这下我死定了！大小姐，救我！我该死！我不知道陈先生是老爷子的贵客。陈先生，你看……算了，念你不知情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放屁龙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，把这里清理了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陈先生，包在我身上。幸亏我这个电话及时，不然此刻这个放屁龙也跟李洪文一样躺在地上了吧？说来，这放屁龙对爷爷还算忠心，这也算救了他一命了。陈先生，你来了。父老。陈先生，我们是先开始把脉，还是要针灸？我看你连针都没带呢。是啊，陈先生，老夫的身体，老夫自己知道，这都是征战多年落下的病根了。
最近这几天更是愈发严重，我可能时日不多了。你要是治不好，我也不会怪你，只求一件事，就是能帮我照顾好我这唯一的孙女儿。爷爷，你别胡说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治病无需把脉，也无需针灸，只需要丹药即可。丹药？没想到陈先生还会炼制丹药。相传丹药可是古老的门派才能炼制出来的，炼丹术早已失传数百年了。这是回气丹，吃下去便可痊愈。痊愈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几年我为爷爷找的医生，没有1000也有800了，个个都说爷爷的病无力回天。仅凭这一颗小小的丹药，你确定能治好爷爷的伤吗？婷婷，不得无礼。既然陈先生说能治，绝对能治，我相信他。爷爷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体内涌入一股暖流，正不断地涌入丹田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陈先生，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爷爷怎么吐血倒下了？放心好了，你爷爷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老夫现在感觉神清气爽，从未有过的舒适，我的伤全好了。老夫现在感觉神清气爽，从未有过的舒适，我的伤全好了。爷爷，你没事了，太好了！傻丫头，爷爷不仅没事，身上的暗伤也都痊愈了，并且我的修为还提升了一大截呢。这还得感谢陈先生啊！陈先生，刚刚是我错怪你了，你真是神人啊！没什么了，小事一桩。我与父老相识一场，也算是缘分。对陈先生来说是小事，对老夫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。再次感谢陈先生的再造之恩。无妨，父老没事就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先生，等一下。婷婷，去把别墅的钥匙拿来给我。要云顶天宫那套最好的别墅，我要送给陈先生。父老太客气了，区区小事一桩，不必如此。请陈先生一定要收下，这是老夫的一点心意。虽然明知道父老是有拉拢之意，但是就连楚州地下皇帝放屁龙都听命于父老。父老在楚州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大势力。我初来乍到，认识一些势力也好，方便以后为我办事。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父老的好意了。对了，老夫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陈先生能答应。父老还有何事，请说。完了，爷爷该不会想让我做陈先生的女朋友吧？毕竟上次我说过，陈先生要是能治好爷爷的病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情，包括……哎呀，羞死人了！我想让婷婷拜入你的门下，做你弟子，你看如何？好尴尬呀，我还以为爷爷……这……我一向独来独往惯了，恐怕不能答应你。拜托了，陈先生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孙女，就算不能授予她宗师本领，但是做个端茶倒水的丫鬟也好啊。听闻陈先生也是刚到楚州不久，有婷婷在身边，也能帮你熟悉楚州的形势。还是我聪明啊！虽然陈先生是宗师级别的大佬，但他也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。就凭我孙女的姿色，只要待在他身边，要不了多久，一定日久生情。到那时，我傅家的势力一定能在楚州登顶。真是麻烦，但是父老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打他的脸面。行吧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他吧。太好了，婷婷，
还不快点拜见你师傅？师傅在上，弟子傅婷婷拜见师傅。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你让娘可怎么活啊？李夫人还请节哀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！废物！你们3个废物，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李少？你们怎么不去死？李夫人，您息怒，都是那个陈洛轩，一个乡下来的穷学生，仗着自己有点身手，就欺负我们李少，而且还下这么重的死手。哎，是啊，我们李少为人善良又老实，还富有爱心，都怪那个该死的陈洛轩，太可恶了。这话说的，我自己都想给我一巴掌，太不要脸了。不过为了不让李夫人怪罪，只能这样昧着良心说了。陈洛轩，一个乡巴佬，居然敢惹到我们李家的头上，真当我们李家好欺负是吧？来人，即刻将此事通知家族12长老，召集我们李家3000死士回归。陈洛轩，我一定要将你抽筋剥皮，挫骨扬灰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老师，云顶天宫到了。好，这就是娜姐心心念念的云顶天宫，果然是富丽堂皇。这就是娜姐心心念念的云顶天宫，果然是富丽堂皇。上一世的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如今我面对着如此豪宅，却能唾手可得，真是令人唏嘘。要是娜姐知道我有一套云顶天宫的别墅，并且还是最好的，那不得高兴的原地起飞。走，老师，我带你进去参观一下。不错，这里四周迷雾漫漫，好似仙气围绕，灵气定然充沛。若在此处修行，定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是个绝佳的修炼之地。婷婷，帮我谢谢你爷爷。好的，老师，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。傅婷婷，你跪下。完了，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得罪老师了？这才刚入门就要被惩罚了，这怎么办啊？傅婷婷，今日我既然答应傅老收你为徒，那为师今天就准备传你一套修炼心法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修炼心法？那可是帝都那些大势力的嫡系弟子才能拥有的。本来还以为他只是为了应付我爷爷，没想到……真的吗，老师？但有一事，你给我认真听好了。什么事？还请老师示下。今日我传授你本门修炼心法，若他日你敢背叛于我，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定亲手将你斩灭，你可明白？我知道了，老师，我一定遵从你的教诲。老师这一本正经的样子真帅呀！这本修炼心法可以让你练好基础功，能使你目前的修为大大的提升。至于你能领悟多少，就得看你的造化了。多谢老师。奇怪，自从上次使用混沌青莲诛杀李洪文的魂魄，我感觉最近体内灵力提升了不少。或许是混沌青莲开始慢慢接受地球的灵气了，还是说是云顶天宫这灵力充沛的缘故。接下来我也该继续修炼了。2重、3重、4重、5重，成了！聚气境5重，感觉身体各方面都提升了不少，简直是神清气爽的一天。难受，
不好，这功法太强，超越了婷婷身体承受的极限。再不帮她，她就会被这股能量撕碎。混沌青莲，现！老师，我好难受啊，我快要炸开了。请住，坚守本心，不要有任何杂念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抵抗我给你运输的灵力，然后按灵力的轨迹运转修炼心法。上一世，我因争强好胜，强行修炼功法，导致体内33重经脉错乱，险些走火入魔。如今婷婷已经拜入我门下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她。娜娜，陆轩还是没接电话吗？赶紧让他过来呀！野外烧烤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小子最近神神秘秘的，今天一整天也不见人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啊？能有啥事儿呀？洛轩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的周大小姐你就少操心吧。喂，娜姐，什么事儿？不是说好今天野外烧烤的吗？我和婉清等你那么久了，你小子在干啥呢你啊？洛轩，怎么有女人的声音？女人？这叫声？洛轩，你这小子可以啊！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所以说你们是同班同学？你们刚刚只是在打王者，所以叫的有点激动。懂了，秒懂。对，秒懂。好了，你们说点正事吧。婉清这次请我们吃烧烤，是有事情宣布的吧？上一世，苏婉清就是在这个时候跟我们道别的。至此之后，杳无音信，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。婉清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？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？有啥直接说出来，别吞吞吐吐的。如果有事情可以说出来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算了，还是不告诉娜娜和洛轩了，免得连累他们。我还是默默的离开吧。没什么事了，你们想多了吧？就是太久没见你们，想你们了。来来来，大家吃起来。想不通了，这苏婉清明显是有事，但却不肯说出来。看来这件事一定不简单。奇怪，上次在她身上发现的妖气也消失了。不对，原来是上次在婉清身上发现的妖气，竟然是这黑影。这东西一直在监视着她。幸好刚刚我已经在婉清身上布下了一道气息，晚点儿或许我就能从她身上找到答案了。来，婷婷、洛轩，吃起来，大家开开心心的才是最重要的嘛。苏婉清，别忘记我们的约定，你马上就是主上的妻子了。那你也别忘记我们的约定，牺牲我一人，保我苏家顺利拿下10大豪族的位置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怪不得上一世再也没有苏婉清的消息，原来是做了歪门邪道的妻子，牺牲她自己保全苏家。唉，上一世的娜姐又何尝不是这样，为了我们陈家牺牲了自己的幸福。可是我今天看到你跟一个叫陈洛轩的小子，你们好像走得很近呢。我跟他什么也没有，不关他的事，你别乱来。我劝你老实点儿，如果再有下次，
让我看见你跟其他男人待在一块儿的话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要知道，你可是主上选定的人。哼！你敢？你只不过是主上的一条狗罢了。我是主上的妻子，你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放开我！你这个狗东西！你想做什么？我可是你主上的妻子。实话告诉你，主上根本不是要娶什么妻子，他只是需要你这个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女人，作为祭品献祭于他，这样他便能冲破封印而出。献祭？我就知道事情根本没有这么简单，看来其中定然牵扯甚多。实话告诉你，我现在就算把你杀了，主上也不会怪罪我。他要的不过是你这副躯体而已，只要我把你的尸首带回去，献祭给主上，一样是大功一件。想杀他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哦，是你？你小子这是要上演英雄救美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陆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快离开！这家伙非常恐怖，号称亡灵法师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亡灵法师？难道是能召唤亡灵的修炼者？前世我游历星辰的时候，曾见到过亡灵世界，里面有很多人类，他们也有这种手段。当时的人都称他们为祭灵人。就这还亡灵法师？我看是个二傻子吧。小子，我劝你3秒内离开这里，否则你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小子，我劝你3秒内离开这里，否则你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死。好，我劝你现在给我跪下，磕3个响头，我只打断你一条腿，留你一条性命。年轻人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当嘴炮是没什么前途的。来吧，孩子们，发出你们怨恨的哀嚎，去把眼前这小子活活撕碎吧！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，混沌青莲，现！混沌之火，燃！不可能！你怎么破得了我的亡灵之法？要知道，就算是宗师亲临，也不可能如此轻易的就灭杀我的亡魂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陈洛轩吗？他什么时候有能力抵御这么强的对手了？今天听他解说的那些，我还不信呢。现在看来是真的了。还有什么招数？快点使出来吧！我娜姐还在家等我回去呢。小子，刚才我只是轻敌了而已。既然你这么着急找死，我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来自深渊真正的恐惧。出来吧，死亡怨灵！完了，这下彻底惹怒亡灵法师了。召唤了那么多恐怖的妖兽，这下洛轩双拳难敌4手啊！亡灵法师，求求你放了洛轩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陈洛轩，我看在这个女人的份上，可以不杀你。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下，并且答应一辈子效忠于我，我可以回去禀告主上，你将得到主上赐予的无上荣耀。你废话太多了，作恶多端之人，当斩！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实力？仅此一招就把我最强的怨灵给击杀了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一招就打败了恐怖的亡灵法师，难道洛轩是少年宗师？
该结束了。等等，我们其实无怨无仇，你没必要杀我。你若杀了我，我到时候主上出关，一定和你不死不休。白白多了一个仇家追杀你，不划算呐。不如你放了我，我一定会在主上面前替你美颜的。算了。果然，他还是怕了。这招真有效。要知道，主上一出关，整个楚州的大佬都得拜服。就凭你小小的陈洛轩，拿什么来抵抗？这次算你识相。哼，还是杀了吧。什么？你敢？小小法杖，竟然能挡住我这一击，有点意思。或许还是个不错的灵宝呢。可惜是个充满邪气的灵宝。哎，有了！等晚点用混沌青莲净化它，再配合紫气天龙鼎炼化，说不定能炼制出不错的法器呢。洛轩，你带我们来这里干嘛？这云顶天宫哪里是我们这些穷人配看的？就是呀，多呼吸几口这里的空气，我都觉得好奢侈啊。娜姐，以后这里就是你家了，随便住。什么？你小子大白天的，是不是没睡醒啊？对啊，洛轩，我知道你想对娜娜好，但是你也没必要编这么大的谎言来欺骗我们呀。洛轩做出这样的举动也是好意，算了，当着婉清的面也不好打洛轩的脸。洛轩，其实你有这份心意就已经很好了，姐心领了。走，回去我做好吃的给你们吃。洛轩，其实你有这份心意就已经很好了，姐心领了。走，回去我做好吃的给你们吃。老师，你们回来了，快点进来吧。什么？这真是这小子住的地方？开什么玩笑？这可是云顶天宫啊！多少楚州的富豪都遥不可及，居然真被这小子住上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！我的天哪，洛轩，这真是你的房子？我这是要体验富太太的生活了吗？真豪华呀！这房子，这装修，爱了爱了！洛轩，我不管，我也要跟你姐一块儿住这里。没事，你们随便住。不对，话说怎么婷婷也住这儿？洛轩，你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娜娜，你正经点，人家是同学，单纯的打王者而已。真是无语你俩。婷婷，你把之前的事情经过告诉他们吧，省得一天到晚胡说八道。如此，这般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也就是说，洛轩救了你爷爷，并且治好了他的病。然后你爷爷就送了洛轩这套云顶天宫最好的别墅。再然后我就拜他为师了。这下你们两个八卦姐能消停了吧？好了，你们先聊，我得回一下房间。哎，对了，做好饭的话记得叫我。好的，洛轩，等我们三个给你做好吃的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也明白了，太多事情无法控制，也没有办法留在他们每个人的身边，时时刻刻保护。我也不是万能的，今天我要不是及时找到苏婉清，
那后果真是不敢想象。看来目前这种情况，是时候为大家炼制护身法器了。哈哈哈，修为又要突破了。混沌青莲净化亡灵法杖的过程中，把邪气转化为灵力吸收了，这倒是意外之喜。我现在已经聚气近6成了，真是舒服。接下来就是炼制法器了，看看能炼出什么品质的法器。成了！没想到这玩意儿能炼出上品法器，刚好5个法器，娜姐他们3个一人1个，剩下2个给爸妈用。不好，上次的妖气怎么又出现了？不对，这次的妖气比上次的更加强大。紫极魔头，开！不对啊，上次跟着苏婉清的那个黑影，不就是那个号称亡灵法师的吗？我已经消灭他了，怎么还会出现妖气？难道是他口中的主上？话说这老三教我的紫极魔瞳还挺好用的呢。哎，我的好兄弟，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个星辰游历呢？洛轩，可以吃饭了，快出来！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哇，你们的手艺也太好了吧！这一桌美味佳肴都是我爱吃的。那是，我们可是忙了一下午呢。辛苦大家了。对了，我有好东西给你们。老师，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快点拿出来看看。这玉石你们1人1个，记住，一定要随身携带，万不可离身。这玩意儿还挺好看的呢。洛轩，你这是在哪儿买的？是啊，这么精致的玉石很贵吧？你现在刚来楚州，很多地方还需要用钱，别为我们乱花钱。老师，这难道是法器？我听爷爷讲过法器的传说，法器蕴含着巨大的能量。这法器看着品色这么好，估计得要上千万才能买吧？什么？上千万？陆轩，你这败家的玩意儿，你快点给我退了！是啊，这太贵重了，我可不能收。你救过我一命，我还没报答你呢。现在你又送我这么贵重的法器，这是我自己炼化出来的，值多少钱我倒是不清楚，但是关键时刻能救你们的性命。你们都是我知心之人，岂是区区钱才能比拟的？切记，一定要随身佩戴，隐藏起来。老师，你居然会炼制法器，你这也太逆天了吧！是啊是啊，你还是小时候那个爱哭鬼小洛轩吗？看到我家洛轩这么有出息，我打心里高兴。老实说，你是怎么会这些的？我和娜娜也算跟你一起长大的，以前也没见你武功有这么高强啊。哈哈，以前你们当然见不到我的强大了，因为我现在是史上无敌超级重生的最强仙尊陈洛轩。洛轩，我这瓜子都准备好了，你就跟我们说说吧，这些年你都经历了啥？娜姐，瓜子分我点吧，作为吃瓜群众的我也想知道老师的经历。好吧，那我就郑重的告诉你们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我被上万人追杀，
掉下了悬崖，最后被一个白发老头所救，得到他的真传，习得神功。完毕，事情就是这样。你小子，这好像是电视剧里的剧情吧？糊弄谁啊你？这小子，姐妹们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婷婷，快挠他痒痒。老师，对不住了，我来喽。你们别闹了。这秘境居然有一层结界保护，看来里面肯定有不少奇珍异宝，说不定是哪位仙人的府邸。要是能进入里面，获得什么上古仙人留下的遗迹，那我就直接起飞了呀！哎，别在这里白日做梦了，有本事打破这个结界进去，光在这里幻想有屁用！哇，这俩小妞长得真是俊俏啊，水灵灵的。别瞎说，你小子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这可是楚州10大豪族之一慕容家的2位小姐，这对姐妹花啊，是慕容家主慕容正的女儿。据说慕容正乃是一只脚踏入宗师的大师级武者，慕容正对待2个女儿更是视若珍宝。没错，大小姐名叫慕容舒，二小姐名叫慕容仙。这2位小姐有着绝世的容颜，称得上是我们楚州数1数2的大美女。姐姐，我们2个偷偷跑来秘境寻宝，要是被父亲知道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怕什么？咱俩都是武者，就算有什么危险，我们也能轻松应对。娜姐不在，这2天真是无聊，也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样。难不成因为我重生的缘故，老爸的公司被其他大家族打压，已经提前了吗？难不成因为我重生的缘故，老爸的公司被其他大家族打压，已经提前了吗？哎，不过也没事，剩下的2个防身玉石我已经交代娜姐带回去给爸妈了。如今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柔弱的大学生了，这防身玉石有我的灵石印记，只要娜姐和爸妈有一丁点危险，我就能马上出现在他们面前。老师，你让我去调查的秘境有结果了，目前多方势力正在虎视眈眈，现在秘境洞口已经人山人海了，都想着里面的宝物呢。终于要来了，婷婷，我们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这结界也太硬了吧！我打了半天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这一个小小的结界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要知道慕容家的大小姐，最起码6品武者修为啊！看来这天才地宝与我无缘了，我还是回家卖我的钵钵鸡算了。姐姐，要不算了吧，实在不行就回去好了，免得被父亲责骂。不行，来都来了，怎么能半途而废？小小结界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你们这样硬闯是打不开结界的，你再打下去，伤的只有你自己，而且使用蛮力只会让秘境入口消失。你算哪个葱？老娘的事要你管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是谁与我无关，我也没想管你的事，但是这秘境入口不能给你破坏了。这小子看似平平无奇，估计也就是个大学生，竟然敢管到老娘头上。莫非他是什么豪族的富家少爷？算了吧，姐姐，他也是为我们好。
我叫慕容舒，这是我妹妹慕容仙。请问你是哪个大家族的少爷？在下陈洛轩，我不是什么大家族少爷，我只是楚州大学的一名学生。切，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大少爷呢，原来是一个农村来的穷学生。我劝你哪里来的回哪里去，不然等下有你好看的。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一个乡下的穷学生，竟敢当众顶撞慕容小姐，我水土不服，就服这位小哥。哎呦，完了，慕容小姐要怒了。我这一怒，山崩地裂。要知道，武者不可辱呀！住口！慕容舒是吧？你们慕容家很了不起吗？你凭什么这么嚣张跋扈？我们慕容家可是10大豪族之一，当然有在这里嚣张跋扈的资格。你们2个乡巴佬也敢对我指指点点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别人？你再这样，我就走了。唉，这慕容家的大小姐终究是路走窄了。她要是见过老师的实力，估计就会惊掉下巴。不过这个二小姐慕容仙倒是还不错。慕容侄女，我来也。怎么吵吵闹闹的，成何体统？什么？大名鼎鼎的10大豪族之首，云岚派之主云山也来了。据说云山是高级武者，这下破开结界简简单单了，钵钵鸡项目又可以先放一放了。云山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云山叔叔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刚才是哪个臭鱼烂虾敢惹我慕容侄女生气？有种站出来，看老夫不打爆他的狗头！哦，你要打爆谁的头？老头，我劝你说话客气点。云岚派又怎么样？你终究是井底之蛙罢了。你可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？看来2位小友是要与我云山为敌了。与你为敌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什么？你敢说我不够资格？我堂堂高级武者，弹指间便可以要了你的小命。年轻人，说话小心点，可别伤了自己的舌头。年轻人，说话小心点，可别伤了自己的舌头。各位消消气，我们当下应该想着怎么破掉这个结界，进入秘境才对，而不是在这里吵来吵去。小小结界，能奈我何？你们让开，看我一招秒了！住手！你这样是破不了结界的，而且你这一拳打下去的话，结界入口肯定会消失的。我堂堂云岚派之主，什么时候需要听你这个小辈的话了？给我滚一边去！哼，小小结界，正好让慕容家这2个小辈看看我的实力，也好为将来吞并慕容家做一些准备。毁灭吧，武者最强一击，镇山河，给我破！什么？真被这小子说对了，秘境真的消失了。钵钵鸡，1元1串的钵钵鸡，再见了各位，我要回去卖串了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居然被他说对了，难道我真错怪他了？老师，怎么办？秘境入口消失了。陈先生，你刚刚既然知道秘境会消失，应该有办法让秘境入口恢复吧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老夫这次丢脸是丢到家了。小子，咱们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冷静，冷静，先静观其变，等会再想办法下手。唉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又回了。太好了，老师，秘境入口回来了，而且结界也破了。陈先生，我代姐姐跟你道歉，是姐姐错怪你了。
无妨，只是我奉劝各位一声，秘境里面妖气很重，想活命的最好别跟着来。我全村都不信，凭我的修为，我怕什么妖气？我看是这小子想独吞里面的天才地宝，才故意这样说的，好让我等放弃。姐姐，我看那位陈先生不像是说谎的，我们要不要回家？怕什么？刚刚他只是运气好，碰巧说对了而已。我才不信人的运气每次都那么好。走，我们也进去。等下宝物都被他们抢光了。没错没错，我们也跟着进去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这果然是个宝地呀！刚进来就发现了一把法器，估计是哪位上古仙人留下的遗迹。果然是没白来呀，这下赚大发了！只要把这把法器拿到手，那我们慕容家一定能排在10大豪族之首。法器是法器，冲啊！从此功成名就就靠这法器了。危险，别靠近！陈洛轩，我说你是不是眼红大家拿宝物？这么厉害的一把法器，我就不信你不心动。我看你是想自己独吞吧。小友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运气，刚刚碰巧说中了秘境入口的事，但是作为过来人的我，很郑重地告诉你一件事，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否则就是自寻死路。啊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啊！好疼！救命啊！什么？又被这小子说中了？难道这小子真的是什么大能高手？2次都被这小子说中了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那就是这小子的运气非常好。看来我不能太着急了，要见机行事。唉，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。陈先生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法器太邪门了。先别慌，我正在观察。什么陈先生啊，我看就是个乌鸦嘴，眼红别人拿法器，所以用嘴诅咒别人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死。无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法器，只是一把带有妖气的剑罢了。无知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法器，只是一把带有妖气的剑罢了。废铁罢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走到法器面前一点事都没有？太不可思议了！那是，这把废铁能把我老师怎么样？老师，陈先生，不可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果然，我就说没有人次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。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现在小命没了吧？看来我之前看走眼了，还以为是什么大能高手呢，没想到就是个嘴强王者。大意了，得赶紧想办法上去才是，不然婷婷肯定要担心了。八角玄冰草，烈火杏胶书，相思断肠红，哈哈哈，赚大发了！这叫因祸得福呀！3大极品灵草，多少人穷尽一生都无法得到的灵草，竟然被我得到了，而且还是3株。美滋滋！
这怎么那么多兵马俑？不知道等会儿有没有什么天才地宝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夏雪，快点跟上！这次咱们要把所有的宝物带回家，这样我们家族就可以强大起来了。虾仁堂哥，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哥我可是幸运之子，天选之人，整部剧的男主角，你懂吗？恭喜宿主虾仁触发主线任务，找到地宫价值最高的天才地宝，任务成功奖励100幸运点，幸运点可以购买各种修炼资源。系统，你好歹给点提示吧，我怎么知道哪里有价值最高的天才地宝啊？系统无法给你提示，本系统名叫幸运系统，就代表着宿主的运气爆棚，你就按照本心走就行了。给你提示一下，任务完不成的话，系统会自爆哦，那样宿主就会消失。我晕，不给提示，那不是大海捞针吗？系统，你好歹提升一下我的武功修为吧，等会儿遇到怪物咋办？相信自己，你的运气爆棚，你随便走一步都是蛇皮走位，怪物根本伤不到你。走啦，虾仁哥，发什么呆呢？没事，我刚刚是在感受宝物的位置呢。感觉这里机关重重，危机四伏，我还是先用紫极魔瞳探测一下吧。紫极魔瞳开！啊，果然危险重重，看来得小心了。老妹，你快看，这巨大且宏伟的雕像，一看就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他旁边肯定有极其珍贵的天才地宝。别去，危险！狗系统，你骗我！说好的幸运之子，刚迈出步伐就被炸死了。我可是这部剧的男主角呀！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抱歉了两位，没能救到你们。恭喜新宿主陈洛轩，绑定幸运之子系统完毕。系统？那是啥东西啊？幸运之子系统就是通过完成我发布的任务，你可以获得幸运点，幸运点可以购买任何武功心法。总之，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，你一定能成为史上最强修行者。本尊游历星辰100万年，我想要什么，只需动动手指，何须你这小小的系统？本尊游历星辰100万年，我想要什么，只需动动手指，何须你这小小的系统？而且还需要听你的话，你先想想怎么活命吧。灵剑现。等等，别这么暴力嘛！如果不喜欢幸运之子，我还可以为您更换神豪系统、败家系统、无限顿悟系统、无敌系统、末日系统，还有一个最好玩的舔狗系统，您可以随意挑选一个。我累了，本尊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你话太多了，该结束。鸿蒙10万式第2式，斩苍穹。奇怪，这个叫虾仁的也跟着系统消失了。难道这个虾仁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？算了，我重生到华国都那么合情合理，他穿越到别的地方也是正常的。华国，终于来了！人人，朕等了整整1万年了。怎么
这雕像在说话，这难道是有什么灵体吗？这是华夏人皇。六国天下归一，堂堂一阵九州龙脉，为我华国护我社稷，朕以人皇之名在此立誓。现在让守主开疆，扫平四夷，以华夏万世之基。朕王已在神化龙魂，救我华国永世不衰。此事日月为证，天地共鉴，千古鬼神共听之。今日我已化作龙魂，只有遇到有缘之人到此，我才会绝情。而你就是那个有缘人。今日我将龙魂赐予你，以后守卫华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人皇，我虽游离星辰100万余年，但我生是华国人，死是华国鬼。若有犯华国者，虽远必诛。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华夏人皇，有了这个龙魂之后，刚好可以在云顶天宫布下一个修行法阵，那样修行起来就能达到惊人的速度。守卫华国的任务现在落在我身上了，突然觉得身上的担子都重了呢，我得更加快速的修炼才行。你误会了，姑娘，你刚刚被炸了半条命，是我救了你。原来是这样，抱歉，误会你了。无妨，你无需道歉，一场误会罢了。只是可惜，我只救了你，你那位堂哥，我却……老师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吓死我了！什么？这山洞仿佛是那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，没想到这小子失足掉下去，竟然还能活着回来。这等恐怖的高度，陈先生，你没事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叫慕容仙对吧？刚刚我在下面听到你跟婷婷的谈话了，多谢你的关心。都是一个马生的，差距怎么那么大？那慕容叔像是要吃人似的，这个慕容仙却是乖巧可爱，真是离了个大谱。对的，陈先生，我叫慕容仙，你也可以叫我小仙女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要赶紧离开这里，因为这秘境马上就要塌了。你凭什么说这个秘境要塌了？我这找了半天，一件天才地宝都还没找到呢。就是啊，小伙子，你说话无凭无据的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哼，无妨，我不需要你们相信。婷婷，小雪，我们走。老师，原来他叫夏雪，刚还想问你呢，他怎么会出现在山洞下面的？时间来不及了，回去再跟你们解释。小仙女，你快点跟我们一起走吧，你们一定要相信老师。姐姐，我们走吧，相信陈先生没错的。哼，要是一会儿秘境没塌，我们跟你没完。这小子好几次都说对了，万一是真的，
那就得不偿失了，还是先走为上策吧。没想到又被这小子说对了，接二连三的应验，这家伙的身份肯定不简单。看来得先回去调查一下这小子什么来头，再做定夺。各位，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好险！要不是陈洛轩，今天我和妹妹就要丧命在秘境了。陈洛轩，今天是我错怪你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哦，慕容大小姐也会给别人道歉的吗？你好啦，姐姐，我们得回去了，不然等下要挨骂了。期待下次见面哦，小仙女。会有时间的。那陈先生、婷婷，你们俩保重哦。我们先走啦。等等，小仙女，这小玩意儿送给你，也不枉我们认识一场。这秘境阴气深沉，对皮肤不好，回去把它抹到你脸上，应该会有不错的补充效果。哇，这小瓶子真是神奇，拿在身上感觉冰冰凉凉的，感觉神清气爽的。谢谢陈先生，那我就收下啦。嘿嘿，那肯定了，这可是本尊提炼出来的半生紫金元，与本尊相识一场，给你半生紫金元，也算你的机缘造化吧。夏雪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次被家族派来寻找天才地宝，现在什么都没找到，回去肯定会被打死。老师，刚刚夏雪把你们的事情经过都跟我说了，怪可怜的，要不让她暂时住在别墅吧，反正多个人也多份热闹嘛。夏雪，你愿意去我那儿住吗？我太愿意了，多谢陈先生。哎，对了，老师，有一说一，刚刚你给小仙女那个补水效果的小瓶子，我们也要。我跟夏雪也是进了阴气沉沉的秘境呢。可以吗，陈先生？小问题，都有。这龙魂是真厉害，仅仅是散发出的灵气，就让我有了提升。如今我已经聚集境8重，接下来只需要获取4魂之玉作为阵眼，引入9天之雷，再用龙魂作为大阵守护灵，便可形成庞大的修行阵法。只可惜这4魂之玉极其难弄，需要高强的妖兽灵丹炼化成法玉。我有紫气天龙鼎，炼制4魂之玉倒是不难，可惜在这灵气枯竭的地球上，能不能找到妖兽还难说呢，更别说高强的妖兽灵丹了。看来想完成这修行大阵，得需要莫大的机缘。陈先生，你好呀，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小龙啊。哦，是你，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老爷子最近让我收集奇珍异宝。这2天我托朋友找了一个海外的货商，想着你过去帮我把把关，事成之后付你100万辛苦费，你看怎么样？算了，奇珍异宝我只是略懂一点而已，我还是不去给你添乱了。那都是小问题。其实我这么多年帮老爷子办事，得罪不少人。因为此次交易地点是海外的船上，我怕有什么危险。想着陈先生有那么厉害的身手，所以还请陈先生帮帮我。原来这放屁龙是要我当保镖。也罢，婷婷、婉清、夏雪3个女孩子住我这儿，花销也不小，正好赚点小钱补贴家用。行吧，你明天直接过来接我就行。哎呀，好嘞，太感谢陈先生了。
陈先生，就是这里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等海外的货商。哈哈哈哈！龙老板，老夫来也。小老，你可来了，让我好等呀。果然，放皮龙还有后手，这是怕我撑不住场面吗？哼，可笑，我可是堂堂100万年仙尊。陈先生，这是我们楚州最有名的鉴宝大师萧然，萧老。好，你好，在下陈洛轩。洛轩哥哥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啊，小仙女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你都能来，我们为啥不能来？我们可是代表慕容家，跟着鉴宝大师来长长见识的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对洛轩哥哥的火药味怎么这么大？也没见你对谁这样过，你该不会……哼，本小姐就是看他不爽。洛轩哥哥，你不要见怪，姐姐她……无妨。洛轩哥哥，你上次给我的那小瓶子是什么东西啊？简直太神奇了！我抹在脸上之后，感觉神清气爽的，比我所有名贵的护肤品还要好1000倍。不仅让我皮肤更加光滑细嫩，就连我的武者修为都连升了2品。洛轩哥哥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没啥了，只是我提炼的小玩意儿罢了，用着舒服就行。龙老板，这陈洛轩是何人？看样子是你的马仔吧？你应该清楚这是什么场合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的。等下见到海外的商人，要是人家不小心吐口唾沫，就有可能会伤到他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陈先生，他是……哎，罢了，无所谓了。待会儿待在老夫身后，老夫自然会保护你们周全。萧然大师的气场果然不一般，虽然陈先生也很强，但是跟萧然大师比起来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据说萧老看宝物，5眼之内就能看出真假。据说萧老看宝物，5眼之内就能看出真假，并且修为已经一脚踏入宗师境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宗师级别的高手。在萧老这儿，我悬着的心终于能放下了。哇，这娘们儿真是有气质，也太美了吧！要是能驰骋一番，定然回味无穷。我就不拐弯抹角了，这是一件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法器，坚持佩戴能延年益寿，并且能使佩戴者修为大增，价格是10亿。法器太牛了吧！不仅延年益寿，还能修为大增，这东西老爷子一定喜欢。不过这出手就是10亿，有点小贵了呀。我的天啊，10个亿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这价格也太高了吧！随便一件东西就要10个亿，纵使是我慕容家大小姐，也不能一下子就拿出这么多钱。这龙老板难道有这实力？这宝物晶莹剔透，远远站着就感觉身上有一股暖流。龙老板，这绝对是一件高强的法器，错不了。好东西是好东西，就是价格有点贵啊。你们华国人真是墨迹，买不起别浪费时间，我们走。哎，别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可笑，就这还敢要10亿？这根本不是什么法器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老夫看走眼了？你一个小小的马仔也敢来质疑老夫？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陈洛轩，我承认你小子有点能耐，但是这次也太放肆了。你知道萧老是什么身份吗？他什么身份，与我何干？哦，
年轻人，这是要与我为敌了？完了，萧老真的生气了。陈洛轩，你真是不知死活。陈洛轩，现在萧老怒了，听我的话，给萧老跪下，给他认个错。凭我们慕容家跟萧家的关系，一定能保你相安无事。不然，等会儿萧老发起怒火一击，你一定命丧于此。到那时，谁也帮不了你。让我下跪，他还没这个资格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惹怒我的后果是什么？你有想过吗？够了！你们华国没一个识货的，一帮土狗！我这法器蕴含的能量，岂是你们这帮土狗能懂的？朋友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没必要带上我们整个华国吧？真当我们华国无人了不成？说别说了，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就凭你们华国这三脚猫功夫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这件东西是能延年益寿不假，也确实留下了些许上古修行真人的气息。但是你没告诉他们，这玩意儿只能使用5次，如今已经使用第4次了，再使用1次就会爆炸，佩戴者会在最后一次佩戴过程中炸毁身亡。什么？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居然知道这么多！看来今天要灭口了。你们知道了又怎样？今日如果不拿出10亿给我，你们这帮华国的土狗都得死！你们这些异国人，居然用此等卑劣的手段诓骗我等，真是气煞老夫了！不知道死活的东西，赶快通知你们的家人，准备好后事吧！华国不能辱，看我最强一击，闪电5连鞭！你们华国人太弱了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什么？萧老就这么败了？萧老可是一脚踏入宗师境的人啊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完了，萧老败了！看来我放屁龙的小命今日是交代在这儿了。完了，萧老败了！看来我放屁龙的小命今日是交代在这儿了。这就是你们华国武者，简直是不堪一击！看你们这群土狗，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只要你们现在拿出10个亿，再跪下来把我的血舔干净，说不定我能发发善心，放了你们。骂够了吗？你算哪根葱？敢出来跟我叫嚣！辱我华国者，当斩！陈洛轩，你在干什么？就连一只脚踏入宗师境的萧老都被打败了，你是嫌命太长了是吗？这时候还出什么风头？当斩？笑死我了！不过看在你这么有勇气的份上，你现在给我下跪求饶，我只打断你4肢，留你一命，如何？陈洛轩，你还不快点下跪？只是被断4肢而已，只要命还在，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我来代替他跪，希望你能放过洛轩哥哥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教我做事？妹妹，算了，区华国的贱命我玩弄够了，全都杀了吧。上路吧，各位垃圾，滚回属于你们的垃圾堆！同盟10万式第5式，软银霸皇斩！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宗师啊！竟然被陈洛轩一招就打倒了。难道这陈洛轩是化境宗师？我都干了什么？我竟然对一个化境宗师这样的态度！好样的，洛轩哥哥太好了！什么？赢了？我没看花眼吧？本以为今日要丧命于此了，没想到出现了奇迹。
看来我低估了陈先生的实力，还好之前没有太冒犯，不然下场定然惨不忍睹。经此一战后，此人恐怕在整个楚州已无敌手，以后定是只手遮天了。等等，我刚刚竟然出言顶撞了一位化境宗师，希望他不要记仇才好，不然他一只手指就可以灭了我。什么？堂堂宗师就这么败了？不可能，我一定是出现了幻觉。还有什么遗言？趁现在赶紧说出来！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！我愿意把另外一个宝物送给你。这女人居然有妖兽内丹，太好了，真是瞌睡就送枕头啊！这下四魂之玉不是拈手就来吗？求求你了，姐姐好，不要杀我！我愿意给你10个亿，哦不，20个亿，加上这妖兽内丹，都送给你。刚刚如我划过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想到有此结果。妖兽内丹我自己会取，何须你送？你不能杀我！我可是四海帮帮主的夫人，你杀了我，我们四海帮的兄弟一定会跟你不死不休的。四海帮？对，只要你现在不杀我，并且下跪发誓臣服于我，我一定捧你坐上四海帮4大长老之首的位置。只要你当上了我们四海帮的长老，我保你一辈子享受荣华富贵，光宗耀祖。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下辈子记住了，如我华国者，不可饶恕，必杀之。让你尝尝3味真火的厉害。果然是强大的妖兽内丹，连3味真火都烧不化，四魂之玉就全看你的了。陈宗师，我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还希望你能饶了我刚刚的冒犯。唉，罢了，看在你刚刚维护华国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祖宗保佑，他原谅我了，我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。程老板，这妖兽内丹我就拿走了，因为它对我有大用处，你没有意见吧？程老板，这妖兽内丹我就拿走了，因为它对我有大用处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我们的命都是陈先生救的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只要陈先生吩咐一声，我放屁龙一定给你办到。洛轩怎么这么晚还没回来？也不知道干嘛去了。是啊，陈先生都出去1整天了，会不会是遇到啥危险了？放心好了，能有啥危险？我老师天下无敌。Hello， 3位美女，你们好呀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大晚上竟然敢擅自闯入，不要命了吗？这小姑娘真辣呀！师哥，我超喜欢她，你就让给我呗。那我就勉为其难，选短头发那个吧，将就也是一盘菜。你们能不能正经点？选来选去的要不要脸？听哥一句话，你们年纪还小，还有大把时间玩，这3个都让给我好了。不要脸的是你吧，石哥这个老色批。明明我们12兄弟都是同一天生的，你只不过出去比我们早了几秒钟，还你年纪大，我都无语了。好处都让他一个人占完了，这剧还演不演了？要不是有任务在身，我都想回家睡大觉了。你们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不要命了是吧？这个小妞不错，性子挺烈，就冲这股劲儿，我喜欢。你这个老不休，找死！啊，咋回事？我的最强一击居然对他毫发无伤。
你们到底是谁？光天化日公然行凶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，在楚州，我李家就是王法。这女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李家夫人南宫雪，她的儿子李弘文惨死在老师手上，莫非是来寻仇了？李夫人，小女子傅婷婷，我爷爷是傅国生，还请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，就此离去。不好，竟然是傅国生的孙女。傅国生，此人可是参加过樱花国大战的人，在楚州的势力不容小觑。不过我李家也不是好惹的，这一次一定要为儿子报仇。傅国生是吧？你爷爷在楚州确实是有点实力，不过那又如何？如今我李家12长老和3000死士都已回归待命，从此以后在楚州，我们李家就是天。口出狂言！夫人，我刚刚用精神力仔细检查了四周，没发现你要找的人。这几个女人是否要处理掉？这几个估计就是李家12长老之中的后3位长老，排名最后的长老都如此强。完了，虽然老师能打，但是面对这么多高手，想必也是非常棘手，而且还要分心保护我们。希望老师千万不要回来。你们3个听好了，我数3个数，告诉我陈洛轩在哪里，不然你们的下场就是死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直呼我老师的大名？10长老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是，夫人。可恶，这家伙居然这么强，凭我的修为，完全不是这家伙的对手。我们跟你拼了！垂死挣扎罢了。何必呢？何苦呢？非要逼我出手？我可是非常怜香惜玉的。再问你们一次，陈洛轩在哪儿？丑女人，你不配知道。好，你成功惹怒我了。10长老，把这些贱人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虽然很舍不得，但是你嘴巴太硬了，不好意思喽。虽然很舍不得，但是你嘴巴太硬了，不好意思喽。再见了，美女，大威天龙。老师，快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师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此生能做你的徒弟，我很开心了。再见了，老师，希望来生还能继续做你的徒弟。不好，出事了！夫人，剩下那2女的咋办？全杀了！这几个都是陈洛轩最重要的人，我要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是，夫人。陈洛轩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也将你碎尸万段，让你为我而偿命！大小姐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就惨遭如此毒手啊！没想到还是回来晚了。婷婷他们一定是没有将玉佩带在身上，所以我才感知不到他们有危险。婷婷，爷爷一定要为你报仇。方皮龙，查出是什么人干的没有？是李家，南宫雪和他们李家的长老干的。李家，又是你们李家，前世今生都要来挑战我的耐心。南宫雪，我陈洛轩在此发誓，上丘必落下黄泉，定要将你斩灭。本尊是要摧毁你们整个李家。
父老，此事既然是李家做的，我定然会让他们整个李家万劫不复，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陈先生，你需要老夫做什么，随时开口。婷婷没了，老夫就算豁出去性命，也要为婷婷报仇。事情还没到那地步，我有办法救他们。上次在地宫获取的3株仙草，正好能炼制回生丹，救治婷婷他们一定没问题。什么？陈先生若是有办法可以救治婷婷，哪怕搭上我这把老骨头的性命，我都愿意。虽然陈先生在我心里是仰望的存在，但是让人起死回生，这个我实在无法相信。不过这种情况，我还是少说2句。要是被老爷子听到，我肯定会被大卸八块的。父老，放皮龙，有劳你们给我护法，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。陈先生放心，有我俩在，一只苍蝇也进不来。紫气天龙鼎，现！老伙计，这次全靠你了，千万不要出意外。3个姑娘的性命都在你手上了。3昧真火，去！不好，3昧真火乃极致之火，3大灵草也属于极阳之物，大一郎，2者相冲会产生巨大的能量爆炸。我得赶紧想办法，不然灵草爆炸，整座城市都会被瞬间夷为平地。好热，什么情况啊？如此阴冷的天气，怎么会瞬间暴热无比？好热啊，老爷子！我的修为太弱，快受不了了。有了，我可以用阿言的古灵冷火进行压制。古灵冷火堪称极致之阴火，一阴一阳，便可解决阴阳之火的暴虐。这下回生丹，本尊势在必得了。古灵冷火，起！成了，7品回生丹，不仅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，还可以让他们的修为大增。成了，7品回生丹，不仅可以让他们起死回生，还可以让他们的修为大增。多谢了，我的阿言兄弟，待本尊他日重返仙界，定然与你履行3万年之约。目前我的修为太低，还无法持续运用古灵冷火，此次强行使用，身体消耗能量巨大，估计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了。不过好在一晚上，终于炼制出来回生丹了。太好了，婷婷有救了！陈先生真不愧是少年宗师啊！就这么几颗看着这么普通的丹药，确定能让人起死回生吗？哎呦，好痛啊！好你个放屁龙！陈先生高深莫测，岂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窥探的？下次再敢出言不逊，你就做好永远消失的准备吧。老爷子，您消消气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小人再也不敢了。九转生死诀。我居然没死！我刚刚不是在奈何桥准备喝孟婆汤了吗？不仅没死，我感觉自身修为还提升了好几个品级。这得多亏了陈先生，感谢陈先生的救命之恩。无需客气，
此次你们也是因为我才遭此难，倒是我要跟你们说声抱歉。现在看到你们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婷婷，我的好孙女，你终于活过来了，爷爷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爷爷，让您为我担心了，是甜甜不孝。不好，这是法则虚影。我曾在一本古书上看过，这种法则虚影会在违反秩序的时候出现，并且会释放恐怖的能量，将违反者杀死。难道是陈先生让3位姑娘起死回生，违反了地球的法则秩序吗？也对，逆天改命、起死回生这种事太过逆天了。陈先生，怎么办？我们今天不会要死在这里了吧？这就是地球的法则之力吗？放肆！小小法则之力，给我滚！陈先生竟然能凭一己之力吓退法则虚影，简直不可思议呀！陈先生通天神力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我放屁龙今天总算见识到了陈先生真正的本领了。陈先生真是神人。家主，按照你吩咐调查了，陈洛轩是白州一位小人物，家里开了个小公司，没有任何势力，目前是楚州一名大学生。果然，这小子只是一个乡下的穷小伙，差点老夫就让他骗了。不过仗着运气好罢了，一名小小大学生竟敢多次惹怒老夫。家主，那我们是否要做出行动？不急，我自有安排。夫人吩咐了，让我们1日之内要找到陈洛轩，然后把他带回去，让夫人亲自送他上路。听说你们在找我，大哥，就是他，这小子就是陈洛轩。小子，胆量不小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，自己就来送死了。就凭你们几个，想让我死？还不够资格，就凭你们几个想让我死，还不够资格。鲲鹏宝术，我承认，你小子确实有点实力，但是我们李家能在楚州纵横多年，你以为我们就这点实力吗？陈洛轩，我们12兄弟合体，拥有秒杀宗师的能力，看你这次死不死！厉害厉害，这是变戏法呢，还会变大。怕了吧？如果你现在给我下跪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；不然等会儿我弹指一挥，你顷刻间便化为灰烬。就凭你这种雕虫小技，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，真是笑死人了！敢在我面前卖弄，就要做好死的觉悟。大言不惭，就让你尝尝我12兄弟这致命一击吧，让你变成灰烬，滋养这片土地。住手！大长老，给我抓活的，让他死得这么舒服，太便宜他了。我要用1万种方法折磨他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很好，南宫雪，你也来了，正好一起送你上路，也省得我去找你了。笑死我了！面
面对有击杀宗师之力的12长老合体，你还敢口出狂言？真不知道你这个乡巴佬哪里来的勇气！宗师算什么？我一拳一个。哼，我看你是想拖延时间吧。我调查过你，你的底牌就是傅国生。哦，你也认识傅老？傅国生虽然在楚州有一定的势力，但是我们李家也不怕。我们李家3000死士没出现，就是准备去灭掉傅国生。别拖延时间了，没有人会来救你的。那速战速决吧，等会儿顺手把你的3000死士斩杀，再把你们整个李家都灭了。算了，大长老，我已经对此人失去了耐心。你直接将这狂妄之徒毁灭，让他给我儿偿命！空间撕裂，深渊斩！鸿蒙10万式，第8式，神技真武大霹雳！不可能！此人不过是一名大学生而已，怎么会如此轻易就打败我们12兄弟的合体？什么？拥有秒杀宗师实力的12长老，就这么没了吗？我不信！我不信！到你了，南宫雪，该上路了，抓紧时间送你去见你的死鬼儿子，我还要回家吃饭呢。你不能杀我！你杀了我，李家的3000死士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带人打伤我徒儿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？今日本尊必斩灭你！陈洛轩，既然要死，我也要拉上你一起！陈洛轩，今日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不好，这气息有点棘手。这是什么丹药？竟然能让人变成怪物般的恐怖力量，还让我隐约产生了一丝畏惧。陈洛轩，拿命来！这爆发力，估计宗师都挡不住，好强！烈焰斩！烈焰斩！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，陈洛轩？这已经不是人了，现在的南宫雪已经完完全全的蜕变成了魔物，不管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，都比之前的12长老强上几个档次。如今哪怕是所谓的宗师亲临，也不够这怪物秒的吧？可惜你今天遇到的是我，本尊游历星辰100万余年，又何曾惧怕过任何东西？你这些手段，也不过是种种枯骨。逢10万式，第135式，上苍极光，结束了。多亏了阿浩的上苍极光，这招数不仅能让我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还能净化世间一切邪祟。我的好兄弟，知道你现在在哪个星辰游历呢？啊，听说了吗？李家一夜之间就被灭了。就是啊，我全村都不信，而且还是一夜之间就被灭的。不可能吧？李家有12长老，据说个个修为通天，就连宗师都不是对手，更何况
还有神秘的3000死士，在楚州谁人能撼动？再告诉你们一个震惊的消息，据说李家得罪了一个神秘人，那个神秘人抬手投足间，便将整个李家灭门。什么？要知道，李家12长老合体是可以秒杀宗师级的人物，仅此一人就能灭了李家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真当李家那些高手是你捏的不成？这消息太震撼了！此事若是真的，那我们楚州的天就要变了，也要出风云人物了。陆轩同学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让我好找呀你。哦，找我？你有啥事吗？萧灵儿，我的同班同学，被列为楚州10大校花之一，就连上一世懵懂时期的我，也曾对她动过心。只可惜，那时候的我柔弱不堪，在同学中是最不起眼的存在。啊，这不是我们萧大校花吗？总算见到真人了，真是美丽动人啊！萧大校花，要不要晚上去酒吧喝点呀？所有消费都由本少买单。别听他俩的，咱们直接去豪华酒店开房间，谈谈人生，打打王者，做个纯友谊怎么样？滚！你们别太过分！我们萧大校花生气了，可是越生气，我怎么瞧着越好看呢？这是咋回事？萧大校花，我们哥仨长这么帅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就是，我们哥仨会对你特别温柔的哦。你们3个癞蛤蟆吵到我耳朵了，麻烦从这里滚出去。哥，我没听错吧？这小子居然骂我们是癞蛤蟆！是啊，我们路人甲3兄弟可是楚州人人敬畏的武者，就凭这瘦不拉几的学生，一看就是营养不良，也敢跟我们叫嚣。小子，我劝你把你的话收回去。我们哥仨可是1品武者，你可知道惹怒武者的下场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给你们1秒钟，迅速从我眼前消失，否则就是1个字，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不好，这几个居然是武者，怎么办？我和洛轩都只是个学生，如果打起来，我们只有被碾压的份。洛轩，我们走，别理他们。武者在楚州，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我们普通人惹不起的。罢了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想动手，我决定饶了你们。小灵儿，我们走。罢了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不想动手，我决定饶了你们。小灵儿，我们走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惹怒了武者，还想全身而退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们一起上，教教他做人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现在跪下磕头，并且叫你同学小灵儿陪我们哥几个一晚，我就放了你。废话真多，3000雷动。这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他打败了3个武者，我是不是在做梦？陆轩，你居然这么强，害我刚刚担心了这么久。还好啦，一般，世界第3而已。你是世界第3，那第1和第2是谁？第1、第2估计还没出生吧。虽然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但是你这吹的也太大了吧，无语了哎。哎，对了，你刚刚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我小灵儿，我们是同学，有啥你直接说就是了，别吞吞吐吐的。有什么需要我的，尽管开口。我想让你假扮我男朋友1天，
啊，不是吧？我说萧灵儿同学，你这个要求也太离谱了吧？这个我可帮不了你。拜托了，假扮我男朋友，陪我一起去我们萧家举办的拍卖行。你只需要跟着我就行了，不用说话，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。居然要我这100万年仙尊去给人家假扮男朋友，我的天哪！罢了，同学一场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拜托了，洛轩，一不白让你去，事成之后给你10万报酬。有美女相伴，还有钱拿，何乐而不为啊？行吧，我就大发善心，帮你一回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陆轩。那走吧，需要我怎么做，你直接说。上我车，我们车上聊。一会儿到了拍卖行，我会说你是陈大师，1岁就开始鉴宝无数，说你是鉴宝天才，你只需要装装样子就行了。那不是骗人吗？如果被拆穿了，你岂不是更没面子？我虽然不是从1岁开始鉴宝，但是当个陈大师还是绰绰有余的吧。这小妮子绝对想不到，我的紫极魔瞳一眼就能分辨真假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们萧家鉴宝的独门秘法，是靠宝物的气味流动，然后与大脑相连，即可快速做出判断。只可惜我修为太低，连武者都没达到，根本修炼不了独门秘法。这次如果我再不能检测出宝物，我将永久失去萧家继承人的资格了。我感觉我去了也帮不上你啥忙啊，多此一举呢。那你别管，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陈洛轩肯定有两下子，刚刚一招就打败3名武者，绝对不是一般人。拍卖会开始了没？怎么没动静呢？拍卖会在里面，我还没有勇气进去呢。咋办？我有点紧张。这不是你家办的拍卖会吗？你紧张什么？陆轩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好。也不知道萧灵儿在搞什么名堂，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哟，这谁呀？这不是我们班的陈洛轩吗？有事吗？没事别烦我。平时这小子在班上一脸嚣张的样子，我早就看不惯了。今天终于被我逮到机会了，我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。陈洛轩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？你一个乡下的穷小子，凭什么能进来？我怎么进来的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他是在这儿当保安的吧。我怎么进来的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他是在这儿当保安的吧，不然凭他这乡下来的穷小子，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进入这种场合。说够了就滚开，我没空理你们2个。你一个臭保安，你拽什么拽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你们是谁与我何干？再吵我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不行了，老娘忍不住了，个臭保安也敢如此嚣张！今天我一定要给你这小子一点厉害瞧瞧！同学一场，我会留你一命，只打断你的4肢，让你以后好好长长记性。真是无语，不管在哪里，总有一群蝼蚁跑来找死。什么？不过是一个臭保安，怎么会有如此强的力量？我们可都是1品武者。现在可以滚了吧？最后再给你一句忠告，别来烦我。看在同学一场，饶你们一次，不然定斩灭你们。陈洛轩，你给我等着！
我二叔可是萧家此次拍卖会的总管，我现在就打电话让他过来。怎么了，陆轩？刚刚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有2只不知道什么品种的癞蛤蟆，说他二叔是拍卖会的总管，要叫他二叔来教教我呢。陈洛轩，我说你哪来的实力，能来到这个场合？原来是仗着自己有点姿色，靠吃软饭才进来的。二叔，我在大厅被打了，您快点来救我，不然您的大侄子就要被打死了。哼，陈洛轩，这女人就是你的底牌吗？我二叔可是萧家最得力的助手，这次是拍卖会的总管，他只需要动动手指，就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你，你懂吗？想捏死我，就凭你们这些癞蛤蟆还不够资格。哼，陈洛轩，你嚣张不了多久了，等会儿你就知道死字怎么写了。是谁人这么大胆，敢欺负我侄儿？狗蛋别怕，把欺负你的人告诉二叔，二叔点子多，二叔会让他跪在你面前。别听你二叔的，你二叔都是黑点子。二叔，就是这2人，快把我弄死他们2个！陈洛轩，我劝你现在赶紧下跪，把我们的血舔干净，不然二叔不会放过你。二叔，你打错人了，你应该打他们呀。是啊，二叔，你怎么打我们2个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谁是你们二叔？不要在这里胡乱攀关系，我根本不认识你们，别乱叫。大小姐，我该死，是属下管教无方，冒犯了您，请大小姐恕罪。什么？这是大小姐？我的天哪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被我们顾家解雇了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还请大小姐开恩啊！陆轩，不要管他们，我们走。你们2个不知道死活的东西，竟敢惹怒大小姐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二叔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这陈洛轩就是从白州来的穷小子而已，他现在在楚州也是一名大学生，一点势力都没有，也不知道是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，攀附上了大小姐。二叔，我猜大小姐一定是被此人蒙骗，我们跟着进去，想办法灭了陈洛轩，到时候萧老爷说不定还会赏赐我们呢。有道理，这陈洛轩害我，就这么白白丢了工作。凭我无品武者的修为，岂能咽下这口气？我一定要秒杀此人，重新获得大小姐的赏识。接下来这件拍卖品是一件上古修行真人留下的秘宝，虽灵气消失，但是有缘人要是得到它，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机缘。起拍价100万。虽灵气消失，但是有缘人要是得到它，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机缘。起拍价100万。什么？居然是生灵之金！没想到居然在这儿能遇见他，我这运气真是爆棚啊！有这生灵之金，我就可以通过紫气天龙鼎炼化它，成为任意门。有了这个任意门，我可以随意穿梭到任何地方，而且还不用消耗半点灵力，简直是居家必备良品。什么？就这暗淡无光的破玩意儿卖100万？小千整疯了吧？你当我们是人傻钱多吗？是啊是啊，我老马这么大的游戏公司，虽然不差这点钱，但是我才不会傻到用100万买这个破玩意儿。要是传出去，还不得被人笑死？没人要的东西，赶紧丢下去，莫要在这里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。太好了，一群不识货的笨蛋，这生灵之金的价值岂是钱能衡量的？看来本尊要捡这个漏了，这还得感谢这群大聪明。我出110万，
洛轩同学，虽然我知道你有点本事，但是这破玩意儿根本不值那么多钱啊！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该不会特地为了给我捧场吧，才要买下这破玩意儿的？哎呀，其实真的没必要。这你就别管了，我自有用处。这位先生真是有眼光啊，已经出到110万了，还有没有人要加价的？这小子该不会是疯了吧？就这破玩意儿出110万买，真是刷新了我的三观了。这难道是哪个富豪的傻儿子吗？这也太败家了吧！随随便便就出手110万，而且还是买这么个破玩意儿，就连我们王家村富贵的儿子思聪，都不敢这么奢侈啊！还有没有加价的？100万一次，100万2次，100万3。等等，我出100万01块。哦，乌鸦先生加价了，100万01块。还有没有人更高的？什么？这乌鸦不是拍卖行的总管吗？怎么也来参与竞拍？就加1块钱，该不会是来捣乱的吧？乌鸦可是有着5品修为的武者啊，这下有好戏看喽！乌鸦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劝你最好别来搞事，不然我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大小姐，虽然我不知道这陈洛轩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，但是就凭这乡下来的穷小子，老爷子是不会同意你们在一块儿的。本小姐做什么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劝你赶紧滚，再搞事情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大小姐，我已经不是萧家的总管了，你管不着我。按拍卖行的规矩，价高者得。你，我出120万。120万01块，不管这小子出多少，我都比他多1块。乌鸦，你诚心找事对吧？等会儿别怪我不客气。我找事儿又怎样？在滁州，我还没怕过谁呢。既然大家都不想我好过，那就谁也别想好过。找死！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凭我5品武者的修为，灭你只需动动手指。蝼蚁也敢大言不惭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鸿蒙10万式，长城炮。好样的，打得好，打得好！早就看这个老狗不顺眼了，仗着自己是武者，在这里胡搅蛮缠。是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此时此刻，要是有瓜子、薯条、炸鸡就好了。就这剧情，可以当电影看了。什么？一招就打败了5品武者的二叔？这怎么可能？陈洛轩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？二叔一招就败了。陈洛轩，你能打又怎么样？我这就给我表哥打电话。我表哥在滁州，人人都尊称一声龙哥。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我就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我就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哦，放屁龙是你表哥？怕了吧？现在马上跪下来，给我磕100个响头，然后自废双手，我就大发慈悲放你一马。不然，等我表哥亲临，你便死无葬身之地。是吗？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今天我便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去摇人吧。表哥，快来帮我，我被人欺负了。什么？是谁？活腻了吧？竟然连我放屁龙的表弟都敢欺负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你报我名字了没有？报了，但是没用。他还在这里等着你过来呢，说你要是敢来，就将你扒皮抽筋，然后再放到菜缸里，撒上盐做咸菜呢。岂有此理！欺人太甚！表弟，你先别慌，我马上就到。没想到威震滁州的龙哥
居然是我二叔的表哥，这下陈洛轩必死无疑了。陈洛轩，龙哥马上就来了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招，等死吧你！洛轩，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这放屁龙在楚州有着很大的势力，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。这里就交给我处理，我等会儿禀告爷爷，让爷爷出面摆平这事。无妨，我就在这儿等着。我倒要看看这龙哥是不是传闻中的那么厉害。这真的是放屁龙？乌鸦真的是他表弟吗？这下完了，这小子死定了！嘘，你小声点，在楚州，人人见了都要尊称一声龙哥。你叫他放屁龙，我看你是小命不要了。老天保佑，剧情一定要反转呀，不然这小子就要下地狱了。老表，是哪位不长眼的敢欺负你？你告诉我，我这就替你找回面子。就是这小子，我5品修为的武者居然被他一掌秒了。表哥，快点帮我拿捏他，帮我除掉这小子。龙老板，有什么你冲我来，还请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，不要伤害他。陈先生，哎呀，我这傻表弟惹谁不好，居然惹陈先生，这下全完了。什么情况？龙老板，你这是……我没花眼吧？在楚州人人敬畏的龙哥，居然给这小子下跪了！我是不是在做梦？凭龙哥在楚州的势力，就算宗师都要给面子，居然给这小伙子下跪！我是不是走错片场了？这剧情太让我惊讶了。表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怎么给他跪下了？闭嘴！你这坑表的玩意儿！好痛啊，表哥！你什么情况啊？我可是你的亲表弟。放屁龙，这真是你表弟？陈先生，他上一秒还是我表弟，这一秒他已经不是了。那就好，我就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表弟？大胆乌鸦，还不快点给陈先生下跪！宗师在陈先生面前都打不过3回合，你算哪根葱？竟然敢跟陈先生作对！什么？这小子居然这么强，一定是表哥搞错了，我全村都不信。你真是不知死活！你以为找我这个8品武者就能打败陈先生吗？你知不知道，陈先生只是指点了我3秒，我就从3品武者瞬间提升到8品武者。你知道陈先生是什么存在吗？陈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饶了我。哦，我记得你刚刚说要打断我4肢。陈洛轩，我都已经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这没头脑的东西彻底惹怒陈先生了，只怕这次我的小命都难保。我的腿！放屁龙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留他一条性命。若有下次，定斩不饶。多谢陈先生，以后我一定会管束好他，不再惹是生非。幸亏陈先生只是断他一条双腿，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。今天要不是我来得快一点，这小子的命估计都没了。你们2个呢？我服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放过我！我错了，饶我一命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要对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只求你放我一马。罢了，懒得跟你们这些蝼蚁计较。小玲儿，我们走。陈先生，您慢走，有事随时喊我。萧少爷，你看我这个如何？哎呀！臭老头，敢拿这种垃圾来糊弄本少，我看你是活腻了吧？萧老大，要不要把这老头办了？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跑来撒野。一个乡下的老头，真是不知死活，敢拿这破玩意来糊弄萧少。萧老大，
要不然把这老头拿去喂鲨鱼算了，也让他下辈子长长记性。饶命啊，萧少爷！这是我家祖传的宝物，不会有错的。就算借小老人100个胆子，也不敢糊弄你啊！看来你还是没意识到你的错误是吧？来人呐，把这老头丢到海里喂鲨鱼！住手，萧夏雨！你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老伯？要是被爷爷知道了，爷爷一定会惩罚你的。哦，这不是我萧灵儿堂妹吗？怎么，你一个萧家的废物，连1品武者都不是，也想来管本少爷的事？萧少和萧小姐火药味越来越浓了，据说今天是他们争夺萧家继承人的资格，看这架势，真是生死难料啊！他想管便管了，我就一句话，他管了你这事，你又能如何？哦，这又是哪冒出来的小瘪三？哼，本少爷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萧夏雨，不妨告诉你，这是我男朋友，在鉴宝方面，人人都叫他陈大师。今日继承人资格，你一定败给我。笑死我了！小姐，你这找的什么人呢？这人我在楚州大学见过，就是一个穷学生罢了。就是，我们萧少可是3品武者修为，要是不小心说话分贝大意，可能就把这大学生秒杀了。看来今日萧少一定能顺利拿下继承人的资格，小姐，你还是认输吧。闭嘴！3个狗奴才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嘲笑本大小姐了？萧灵儿，我劝你直接跪下认输，凭你1品修为都不是，而且家里的鉴宝绝技通灵宝术你也学不会。哼！实话告诉你，通灵宝术我已经第3层了，就连爷爷也只有5层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这萧家继承人非我莫属。没想到这家伙的通灵宝术已经第3层了，看来胜负已分。其实我萧灵儿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，虽然我知道继承人与我无缘，可我就是不甘心。你是哪个品种的癞蛤蟆？你说萧灵儿会输，我偏要说她会赢。哦，看来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惹到本少的头上了，真当我这3品武者是摆设吗？完了，彻底完了！这穷学生一看就是没见过世面，还敢主动招惹萧少。要知道武者一怒，山崩地裂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竟然敢惹怒萧少！此人嚣张过头，这下神仙都难救了。按照剧情发展，惹怒了萧少，直接说遗言就行，每个观众都知道的结果啊。萧灵儿，你愿意让我抱一下吗？什么？这什么情况？洛轩该不会是被吓坏了吧？这种形势下，居然说出这种要求，我也是服了呀。算了，本小姐倒要看看他想耍什么花招。好吧。好吧。咋回事？心跳的好厉害，平时没怎么注意，洛轩居然这么帅。想要让萧灵儿赢，只能运转天旋之力，灌输到萧灵儿体内，打通她的任督二脉，再然后通过天旋之力，把紫金魔瞳传给她。咋回事？难道这小子要听我吗？我心跳的好厉害啊！我要不要出声拒绝啊？但是又好想，哎呀，凶死人了！聚集精神，不要有任何杂念，全身放松，不要抵抗。好尴尬，还以为这小子……
好舒服，感觉有一股非常强大且柔和的力量正在我全身经脉游走。视野怎么变得如此清晰？就连外面的风吹草动都一目了然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可怕的力量太逆天了！完事，收工。装神弄鬼，来人呐，给我上！小姐，惹怒了萧少，我们谁也帮不了你。他可是我们公认的继承人。以我们3个一品武者修为，今日送你们2个上路，也算对得起你们了。受死吧！接下我们最强一击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这废物小姐怎么一招就击杀了3名武者？我是不是看花眼了？看来我得用通灵宝术扫描一下她才行。通灵宝术，起！什么？我不仅修为提升到了8品武者，而且瞬间把通灵宝术提升到了最强的9级，就连爷爷的爷爷都无法做到。这陈洛轩到底什么来头？只是抱你一下，就能让你瞬间得到这么大的提升？原来这就是9级通灵宝术的威力，仅仅是让他抱一下，就真的让我的修为达到了8品武者。这男人以后我跟定了。萧夏雨，你服不服？萧家继承儿萧灵儿做，你没意见吧？你到底是谁？究竟施展了什么妖术，竟然能让我这废物堂妹瞬间提升到8品武者，而且通灵宝术也达9级了？没想到这紫极魔瞳跟他们家通灵宝术居然有相似之处，或者说这通灵宝术本就是紫极魔瞳的一部分。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，让萧灵儿有如此大的提升。萧老儿多谢萧小姐的救命之恩，既然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什么？这是凤凰宝骨？没想到在这末法时代的地球，居然有这等好东西。老人家，请等等。陈大师，你还有事吗？萧夏雨，别说我们欺负你，现在就用这个老人家手里的物品，你和萧灵儿各自探测，看看这个是不是有价值的宝物。谁赢了，谁就是萧家继承人，如何？哼，比就比，谁怕谁？萧灵儿，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你永远滚出萧家。虽然我拥有9级通灵宝术，但是我还不能随心所欲地驾驭它。萧夏雨见宝无数，再对比一下我，从来没见过宝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赢他。但是既然是洛轩提出的赌约，那我便相信他吧。来吧，萧夏雨，今日我们一决胜负。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我用通灵宝术检查了4、5遍了，这东西依旧是垃圾中的垃圾，完全看不到一点价值啊！难道是这小子在诈我，故意拿着烂东西耍我？这根本不是什么宝物，垃圾中的垃圾罢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无知的笨蛋，这可是凤凰宝骨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宝物，垃圾中的垃圾罢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无知的笨蛋，这可是凤凰宝骨，对没筑基的修行者有着巨大的帮助。当然了，像本尊我这样100万年的修行老司机，根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。通灵宝术，起！这是一块上古神兽留下的凤凰宝骨，这是个好东西。这不可能！我用通灵宝术再三探测，它根本就是个垃圾玩意！我不信，我全村都不信！
萧少爷，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这是好宝物，你们偏不信。我爷爷曾告诉我，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流着朱雀血脉，我们是上古神兽朱雀的后人。只可惜到我这一代，所有的修行法术都已经失传。要不是我孙儿生着重病，我也不会舍得拿这个来卖。居然是朱雀血脉，这么说来，他孙子根本不是得病，而是他这一代已经没有半点灵力修为。但是他们身上流着朱雀的神兽之血，他孙子一定是承受不住神兽之血，才会这样的。老人家，你孙子是不是看了很多医生都医不好？陈大师真是神人，你怎么知道？这几年我找遍了所有名医，可是奇怪的是，他们根本查不出是什么病。老人家，你孙子的病我能治。什么？还没见到我孙儿，就说能治他的病？我这是老眼昏花，倒是耳朵聋了吗？陈大师，你没有开玩笑吧？你若能救治我孙儿，老朽愿此生为你做牛做马，结草衔环。这一瓶叫半生紫晶元，你回去给你孙儿吃下，保证半刻钟就可以痊愈。真是太感谢陈大师了，你真是个好人呐！哼，趁现在陈洛轩没有半点防备，如果我直接出手，一定能将他打成重伤。谁让你得罪本少的，这可怪不得我了。要怪你不自量力，还要挡本少的道。呀，你受死吧，陈洛轩！蝼蚁罢了。怎么会？给我三者武者的最强一击，居然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！这到底是什么存在啊？太可怕了！原本对陈大师给的东西还有点质疑，现在看到他轻轻松松就能打败3品武者，这下我信了。陈大师不愧是陈大师啊！陈大师，萧小姐，老朽告辞了，我还得赶着回去救我孙儿呢。哎，对了，陈大师，你赐我灵药救治我孙儿，老朽无以回报，那个凤凰宝骨就送你了。我错了，陈大师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！刚刚你偷袭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会有这个下场？你现在想让我饶了你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是什么人在此吵吵闹闹的？是不是活腻了？萧夏雨啊，萧夏雨，你真是个傻帽！忘记自己爷爷是宗师了，哼！居然给这小子下跪，我真想抽自己2巴掌！陈洛轩，我承认你有2下子，但是你在我爷爷面前就是个蟋蟀罢了。我爷爷一招就可以秒杀你1000万遍。哦，完了，爷爷怎么来了？要是他知道洛轩打了这个萧夏雨，他会不会伤害洛轩啊？爷爷可是宗师级的武者，洛轩再强也不可能是爷爷的对手，怎么办呢？陈洛轩，我劝你现在给我跪下，喊我3声爷爷。我看在我堂妹萧灵儿的份上，我只打断你4肢，留你一条小命，不然等会儿我爷爷一定出手秒杀你。想让我喊你爷爷，你还不够资格。陈洛轩，我劝你现在给我跪下，喊我3声爷爷。我看在我堂妹萧灵儿的份上，我只打断你4肢，留你一条小命，不然等会儿我爷爷一定出手秒杀你。想让我喊你爷爷，你还不够资格。爷爷，你萧家萧然参见陈大师，没想到陈大师大驾光临。爷爷，你怎么给这小子跪下了？放肆！
你知道这是谁吗？这可是楚州的陈大师，你小子真是活腻了，什么人都敢惹。什么？难道连爷爷都不是这陈洛轩的对手吗？这下真的完了！求陈大师网开一面，我这个孙子，我打算让他当萧家继承人的，还请留他一命。唉，罢了，萧老，看在你面子上，我可以留他一命。哼，陈洛轩果然与我猜测的不错，面对爷爷宗师的修为，你还是怕了。小少，我们已经彻底调查清楚了，这个陈洛轩就是楚州大学的一名普通大学生，根本没有任何实力，只不过是从白州乡下来的穷小子罢了。我就说嘛，陈洛轩不过仗着在乡下种地有点力气，才敢如此欺负我。现在我爷爷来了，大气都不敢喘了吧？爷爷可是宗师修为。来来来，有种你把我砍了去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今日便断你双腿。爷爷，快救我！快杀了这小子！闭嘴！萧老，你这孙子废了，但是你还有个孙女呢，当你继承人正好合适。可是灵儿虽然聪明，但是一点修为都没有，并且通灵宝术也无半点进展。爷爷，我现在已经是8品武者了。什么？灵儿，快告诉爷爷，你这是获得了什么天大的机缘吗？怎么会一下子提升这么快？不仅如此，我的通灵宝术已经达到9级。什么9级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要知道，就连我们萧家先祖也无法达到9级，简直是斗气化马，恐怖如斯啊！这还多亏了陈洛轩，是他让我一瞬间提升的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我一定不信。但是这个人是陈大师，我是千信万信呢。没想到灵儿攀上了陈大师，我们萧家复兴有望啊！我宣布，我们萧家唯一继承人萧灵儿。真的吗，爷爷？当然了，傻丫头，你可是逆天的9级鉴宝术啊！萧家交给你，我也放心了。洛轩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要不是你帮我，我这辈子都与继承人无缘了，太感谢你了。无妨，认识一场也是你的机缘造化。好了好了，估计大家也饿了。陈先生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安排酒宴，大家喝一杯，慢慢交流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刘总，期待我们的合作哦。不知不觉回白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也不知道洛轩在楚州那边怎么样了。这小妞长得真不赖呀！没想到我们白州竟然还有这等绝色美女，哥喜欢。哎，大哥，最近兄弟们火气太大了，不如把她带到我们的包厢享用一番，如何？我同意。按照剧情发展，我们今晚得吃了。哎，大哥，最近兄弟们火气太大了，不如把她带到我们的包厢享用一番，如何？我同意。按照剧情发展，我们今晚得吃了。哪来的精神小伙？给老娘滚开！小妞，我劝你别反抗，千万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在白州，我们就是神，你惹不起。哥儿几个也不为难你，等下陪哥儿几个玩几把斗地主，
我们就放了你。我们都是五品武者，只要对你吼一声，你就没了，你懂吗？小妞儿，看样子你是不打算给哥儿几个面子了。既然如此，不给你点厉害瞧瞧，你是不知道武者的厉害。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武者是什么？武者一怒，山河破碎。在这个世界，武者就是神一样的存在，你懂吗？是洛轩给我的法器，这法器真厉害。洛轩说关键时刻能救命，果然没骗我。什么？这弱不禁风的小姑娘，居然能一招击败我们3个五品武者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，我全都不信！趁现在，我们用出最强合体技能，一定能一招秒杀他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法器这么强，一招就秒了他们3个。以后有了洛轩这个法器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喂，娜姐，怎么了吗？洛轩，你给的这个法器真是太好用了。刚刚有3名精神小伙来骚扰我，被法器直接给灭了。那你没事吧，娜姐？以后记得随身携带这个法器，还有嘱咐爸妈也要随身携带。我们一定会随身携带的。对了，我现在已经开始帮家里打理生意了，阿姨和叔叔身体都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辛苦你了，娜姐。等我忙完这边的事情，就回去与你们相聚。婷婷、婉清、夏雪，今天我要布置龙魂大阵。一会儿引天雷的时候，天雷会沾满地球灵气，你们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机缘。龙魂大阵，那是什么？你们现在修为太低，龙魂大阵之事过于玄奥，说了你们也不懂，一切听我指挥即可。云顶天宫，这里是最有灵气之地，龙魂大阵生成后，此处便是我华夏龙脉所在地，届时一定能佑我泱泱华夏，万世不衰。接下来看你的了，龙魂现！这就是龙吗？气势如此强悍，光是看着就感觉到了一股威压。老师居然召唤了龙魂，太厉害了！我出生在苏家，自认为从小见多识广，以前听人说起龙的世界，我都当作是传说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世界上居然真的有龙。不愧是站在武道巅峰的男人，太帅了！陈先生就是我的偶像。去吧，四魂之玉！婷婷、婉清、夏雪，你们快点打坐。9天神雷已经出现，待会儿我会利用天玄之力，为你们接引灵气入体。你们只要坚守本心，不要有任何杂念，让身体放松，让灵气灌溉你们全身的经脉就行。这股强大的暖流在我全身经脉流淌，不断滋润着我的经脉。这就是老师说的灵气吗？希望这次我有强大的突破，再也不要让老师和爷爷担心。以后我要学着自己保护自己。这就是所谓的灵气吗？感觉到强大的力量涌入全身，但是又感觉到这股力量特别温柔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苏婉清也能修炼，苏家再也不需要靠任何外力，以后我自己就能让苏家变得强大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苏婉清也能修炼，苏家再也不需要靠任何外力，以后我自己就能让苏家变得强大。如此一想，楚州这是有大事要发生啊！韩宪将军，
你好啊，云山，想必你也是感受到了这边发生巨大的异象吧？瞅着好像是云顶天宫，难不成是有什么修仙真人渡劫吗？此事干系重大，看来老夫要去侦查一番。没想到此事居然惊动了战神韩宪。韩宪将军可是守夜人的总指挥，据说韩宪将军在当年樱花国大战中立下了不世之功，被国王亲封为战神。云山叔叔，你也在这？云山叔叔好。好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是跟着萧然萧老过来查看天地异象的。想必这位就是楚州有名的鉴宝大师萧然萧老吧？在下云山见过萧大师。云家主过奖了，一些虚名罢了。倒是你们云岚派日渐强大，在楚州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呢。云山叔叔，这边的天地异象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惊动了那么多人？是啊，难道是我们楚州要出什么修仙的大人物了？此事牵扯巨大，不仅惊动了整个楚州，就连韩宪将军都出现了。战神韩宪，守夜人的高级总指挥，没想到连他都惊动了。看来军方很重视此次事件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此人在楚州也算是登顶的实力，就连他都惊动了，说明这件事情肯定极其严重。说不定里面有着莫大的机缘呢，我们也跟着过去吧。姐姐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我们这样盲目的过去，怕什么危险？有你云山叔叔在这保护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最近我的修为可是又提升了。没错，还有老夫我呢，我老头子在楚州还是有点脸面的。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让你们进去。原来是父老啊！我云山敬你是前辈，但是请你让开，我们要进入云顶天宫寻找机缘。没听见父老说吗？管你什么云山泰山的，给你们半分钟考虑，离开此地。你好，在下慕容家长女慕容舒，请问阁下是谁？讲话这么冲，在楚州不是谁说话冲就有用的。别说你是慕容家主的女儿，就算是王族来了，没有陈大师的命令，你也进不了此处。陈大师，莫非是洛轩哥哥？没想到洛轩哥哥现在在楚州这么出名了。陈大师，莫非是他？也对，只有他才能搞这么大排场。狗屁的陈大师，我们云来派也不是好惹的。当我机缘，今日就拿下你们！云山，你终究是井底之蛙罢了，岂不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陈大师岂是你能亵渎的？嘿嘿，自从上次吃了陈大师的丹药后，我加强修炼了一段时间，已经达到宗师境界。小小云山还不够我拿捏的，还是老夫聪明。等陈大师做了我的孙女婿后，什么云岚派、慕容家，统统镇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真是天使投资人呀！等陈大师做了我孙女婿后，什么云岚派、慕容家，统统镇压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真是天使投资人呀！怎么会？你居然已经踏入了宗师境？
你不是当年大战留下病根，已经时日不多了吗？怎么会这样？那你管不着我。从今以后在楚州，你们云岚派见了我傅国生，要把头低下做人，懂吗？成了，栩栩如生的龙魂大阵，没想到真的被我建成了。人皇，本尊也算是了却了你一番心愿，您老人家想要的华夏盛世一定会实现。接下来，华夏由本尊来守护。如今未入神藏境，接下来我就有足够的能力为紫气天龙鼎寻找鼎身。只要寻找鼎身，承载它，就可以让它恢复真正神奇的法力。到那时，天地间将任我纵横。老师，我现在全身充满了力量，感觉身体轻飘飘的，感觉精神力都大幅度增加了许多。是啊是啊，我也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力量，感觉脱胎换骨了一般。这就是洛轩跟我们说的巨大机缘吧？只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到达什么样的程度。你们现在估计是聚气境1重吧？经过上次的事情，你们吃过我炼制的回生丹，我已经重新帮你们改造了经脉。毕竟我不能时刻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，只能让你们进入修炼巅峰。聚气境1重，从来没听说过，这是什么样的程度？是啊是啊，我们的修为不是武者和宗师区分吗？这么说吧，以你们现在的修为，应该随便秒杀一个宗师不在话下。什么？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超越宗师的能力，随便秒一个宗师？老师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想到才跟老师这么点时间，我就能拥有秒杀宗师的实力，我傅婷婷真是跟对人了。请收下我俩一起干，还有我俩也要拜你为师。这么一来，我就有3个徒弟了。不过想想在地球也是无聊，不如就开创一个修仙门派，让我的亲人、对我好的人全部走上修仙之路。等我给紫气天龙鼎塑造鼎身之后，我就可以随意炼制丹药。在丹药的加持下，就连什么都不会的爸妈，我也可以让他们走上修仙之路。真不错呢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开宗立派，正式收你们为徒。太好了，那我可就是师父的大弟子了，以后你俩得叫我师姐。参见师姐。婉清比我先来，那婉清就做2师姐吧，我第3。老师，给我们的宗门取个名字吧。是啊是啊，一定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字。就叫华夏宗吧。我们的宗旨是世代守护华夏，若有来犯，虽远必诛。成立宗门也算是对人皇有了交代。以后我肯定不可能一直待在地球，他日修为恢复，我还要继续游历星辰呢。有了华夏宗，便可永保华夏不衰。好了，各位，龙魂大阵已经生成，以后你们每日都要勤加修炼。有了龙魂大阵的加持，你们修炼起来便事半功倍。唉，搞了半天肚子饿扁了，你们3个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。今晚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最近我学了你们白粥的家乡菜。老师，今天我给你煮上你最爱吃的螺蛳粉，还有白切鸡、空心菜。走起，姐妹们！原来此次让楚州出现天地异象的，居然是他。哼，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成就，未来定然不可限量。华夏宗有点意思，若是能招收这小子来为我办事的话，那一定很不错。我
我北玄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北玄兄弟，是你吗？你怎么幻化成我的模样？北玄，你干什么？你是最强仙尊，那我是什么？你听我解释啊，北玄！跟你开玩笑呢，你小子怎么变这么弱了？唉，一言难尽啊！我重生了，所有修为、法器、神兵全部归零了。我现在需要从头开始了。记住，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兄弟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永远站在你身边。以荒之名，号令天地大道。若有因果，尽加无身。一哥，重统本是无敌路，何须再借他人骨？阿浩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太开心了，竟然能遇到你们几位兄弟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你是阿岩兄弟？千难万险铸雄心，洗尽铅华方成神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你是阿三兄弟？若举世无敌，我惧怕什么？虚无缥缈的上苍是弱者的寄托，我不相信它的存在。若有人阻我，唯用一拳打爆。你是阿凡兄弟啊？修炼一途，乃窃阴阳，夺造化，转涅槃，握生死，掌轮回，五之极，破苍穹，动乾坤。你是阿栋兄弟啊？年少出北陵，今朝登天门。你是阿晨兄弟啊？天道崩塌，我阿安唯有一剑，可搬山、断江、倒海、降妖、镇魔、摄神、摘星、摧城、天开。你是阿安兄弟啊？生存不只是肉体的存续，还有精神。当一个战士选择当逃兵时，他的精神就已经死了。我阿峰这一生一定会踏上武者巅峰，成为真正的强者。你是阿峰兄弟？我阿宇发誓，绝不再容忍任何人屠戮无辜强者。你是阿宇兄弟？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？我的好兄弟们，你们都来了。咋回事啊？怎么会有如此蹊跷之事？怎么这么多上界的好兄弟都幻化成我的模样来看我？莫非本尊被人施法，进入了别人设计好的梦境？谁人竟敢如此大胆？本尊知晓，必斩之！哪有什么最强仙尊北玄，不过是楚州的一名柔弱学生，被欺压后的重生美梦罢了。你还……哪有什么独断万古的阿浩，不过是个被挖走至尊骨的少年，他的临死所梦罢了。哪有什么炎帝阿炎，不过是乌坦村里一个落魄家族的废柴少爷，被退魂后的一场梦中所忘而已。哪有什么海神阿三，只不过是一个被逐出宗门的弟子，跳下山崖，濒临死亡前的一场梦罢了。哪有什么一夜遮天的阿凡，不过就是一个去泰山旅游的青年，死于地震前的大梦一场罢了。哪有什么武动阿祖，不过是青阳镇一个没落家族的少年，眼看父亲被废，却无能为力的空梦罢了。哪有什么武动阿斗，
不过是青阳镇一个没落家族的少年，眼看父亲被废，却无能为力的空梦罢了。哪有什么大主宰阿晨，不过是一个死在了陵路中的少年，死前的幻想而已。哪有什么走万里路打百万拳的阿安，不过是一个没能熬过冬天的少年，冻死在廊桥的南柯一梦而已。哪有什么永恒真神阿峰，不过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大学生，被黑关金雕杀死前的一场空梦罢了。哪有什么鸿蒙掌控者阿宇，不过是一个无法修炼的少年，被圈养在云雾山庄的不甘幻想罢了。你到底是谁？竟然企图扰乱本尊的梦境！你是不是活腻了？还没发现吗？少年，你我都不是主角，我们都只是平庸的凡人罢了。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主角？不过都是一些不甘平庸的少年，窝在被窝里的美好幻想罢了。原来你就是那个亡灵法师口中的主上，没想到你居然有操控本尊梦境的能力，倒是本尊小瞧了你。没错，你猜对了，我叫邪剑仙。之前我的幻灵之眼曾去云顶天宫调查过你，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他们都叫你少年宗师，但是在我这个化境宗师面前，你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。原来那天的妖气是你，就连紫金魔童都追踪不到你，不得不承认，你确实有点实力。你在我面前不过是蝼蚁一般，我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拿下你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你错了，本尊并不是只有宗师实力，而且本尊是最强仙尊，最强主角。在我梦里待够了吗？鸿蒙10万世，苍龙出海！这邪剑仙的实力果然强大，居然能进入我梦中，扰我梦境。看来我的修为还是太弱了，接下来我得抓紧修炼了。老师，这是什么？看着挺神奇的样子。老师这是要带我们去历练吗？太好了，这么久待在家都发霉了。没错没错，终于能去历练了，太好了。这叫任意门，它可以任意穿梭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，而且不耗费半点灵力。老师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就这小破门，能随意穿梭到任何地方，而且还不耗费半点灵力。老师，你这个法器也太逆天了吧！就是啊，我都迫不及待想进去体验一下了呢。这次外出，我只带婷婷一人，因为我还有事情要交给你俩去做。老师，你这也太偏心了吧！我们也想去历练啊。是啊，老师，你就带我们去历练一下呗，在家天天修炼实在太闷了。好了，下次一定带你们去。这次有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两个。老师，这任意门真神奇，要是我也有这样的法器就好了。婷婷，你就别打这个任意门的主意了。高强的法器都是认主的，等你修为强大一点的时候，我教你炼制自己的法器。
老师，我一定努力修炼，到时候我也要炼制一个任意门。走，我们继续往深处走去，希望今天能满载而归。老师，是妖兽，这里怎么有妖兽？什么情况啊？地球微弱不堪的灵气，按道理很难滋养出妖兽，但是现在妖兽随处可见，难道说施展龙魂大阵后，接引9天神雷降临的缘故，导致地球已经进入灵气复苏的时代了吗？灵气复苏？老师，难道说以后地球也会出现修仙大能了吗？抱歉啊，两位，这2只妖兽是我先看见的，这妖兽内丹和掉落的宝物也应当属于我。哼，这世界真是窄小，怎么每次都能遇到这陈洛轩？经过家族众多长老为我传输力量，如今我已经大师级武者了，一只脚快踏入宗师境了。上次老夫修为低，还摸不清楚你们的底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挽回上次丢失的面子。云山，又是你！这2只妖兽明明是我们先遇到的，你这是要倒反天罡吗？你说是你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这妖兽写有你们的名字吗？哼，黄毛丫头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仗着你爷爷有点实力就敢这么嚣张跋扈，只要老夫这次寻到天才地宝，一定能踏入宗师境，到时候就算你爷爷来了也会被我秒杀，到那时我一定要报当日你爷爷辱我之仇，等秒了你爷爷，我一定要让你做我的侍女，终生侍奉老夫。就是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敢来管我们家主的事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别说我们没警告过你们，我们家主如今已入大师境武者，碾死你们2个如同碾死2只蚂蚁一样。你们欺人太甚，今日本小姐要灭了你们！算了，婷婷，只不过是2只低端妖兽罢了，让给他们吧。不过是蝼蚁般的贪婪面孔，懒得与他们计较。我们走。果然，这大学生还是怕了。我们家主的大师级武者修为，即将一只脚踏入宗师境，岂是你这个乡下来的穷学生能觊觎的？笑死我了！害怕老夫的修为，却找借口说把妖兽让给我们。现在的大学生果然死要面子。罢了，先解决这2头妖兽，反正你们也跑不掉。等会儿再慢慢收拾你们。老师，这个火焰怎么一直在这个莲花上？看着就很强大的样子，我们要不要过去摘下来？这是青莲地心火，没想到地球也有这个。婷婷，你可千万别靠近它，这玩意儿很凶狠的，修为太低靠近它，直接会化为灰烬。什么？直接就会化为灰烬？这也太可怕了吧！这青莲地心火全身围绕着灵气，应该是个特别强大的宝物。那肯定，这是我一个名叫阿言的好兄弟，他那方世界才有的这个，没想到地球也会有。这也就说明地球灵气复苏是真的了。老伙计，这个青莲地心火的底座刚好可以用来塑造你的顶身，以后炼制丹药配合这个青莲地心火，定然事半功倍。紫气天龙鼎终于要恢复全部实力了，想想都激动。陈兄弟，好巧啊，又在这遇到你了。
云山，你怎么阴魂不散？刚刚才把2只妖兽让给你，现在又想来打什么主意？小妞儿，你不知道这附近一带所有宝物都归我们云岚派管吗？就是啊，我们家主看上的东西，那就是我们云岚派的，任你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。老娘忍不了了！你们3个杂碎，看我今天不收拾你们！婷婷，别冲动，让他们去吧，我们在这看着就行。可是，老师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们就不客气喽。不对，这小子这么爽快，肯定有猫腻。上次在那个秘境里面，那3个路人甲就是不听劝，碰了那把剑，然后直接被烧得渣渣都不剩。这小子肯定是想故技重施，真是阴险！就你这智商还想忽悠老夫？有了，我让这2个乳臭未干的小家伙去试探，等他们拿到宝物，我再直接抢，不就是了？哎，那啥，陈兄弟，让你们先去吧，老夫年纪大了，怕上火就不去惹火了。老师，这老头肯定是想等我们拿到青莲地心火后，再趁机出手抢夺。他这算盘打的，滁州城外的蜘蛛都听见响声了。唉，罢了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青莲地心火太过于刚烈，看来我必须全神贯注，直接拉满天旋之力，然后开启混沌青莲，收取异火。我的混沌青莲和青莲地心火应该能灵气相通，只要彼此产生共鸣，就一定可以轻松收取异火。不好，有危险！果然，这次老夫算对了，这个火焰绝非凡物，肯定有强大的妖兽把守。太好了，不用我动手，这个妖兽就可以帮我把这2个坏事的家伙干掉。等这2家伙被这大妖吃掉，我再出手，这样大妖和这个火焰就都是我的了。老师，这妖兽看着很强大的样子，我们能打败它吗？别慌，这是美杜莎，是一种蛇类妖兽，它们攻击速度极快，身体更是有着恐怖的毒素。没想到在这儿遇到它，这可是上古灵兽啊！等抓回去，再用秘法驯服它，以后当宠物养着，有朝一日肯定能化成人形，变成一只强大的妖兽为我所用。想想就很不错。喂，穷学生，你小子被这小虫子吓尿了吧？我建议你啊，下跪求我家家主，说不定能救你们2个一命，否则你们就等死吧。没错没错，我们家主这么高的修为，只要你们肯跪下求他，一定会大发善心帮帮你们的。要我给他下跪，他还不配。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？我没听错吧？这乡下来的穷大学生，居然敢说一脚踏入宗师境的家主，没资格。万一要是家主怒了，神仙都救不了他呀！上次有个人也是这么顶撞家主的，现在他的坟头草都好几米高了。这大学生真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小小美杜莎还不过来拜见？鸿蒙10万世，第1088世，仙尊3叉戟，给我跪下！老师，这大戒指又是啥法器啊？这是空间法器，用来储存物品的。一般的法器只能储存死物，但我这是极品法器，可以储存活物。现在就把这妖兽放进去，
待我驯化他，到时候就能成为我的得力帮手了。老师的法器越来越多了，真是每次都能让我大开眼界呀！这小子居然有这么多法宝，我云山今天是走了狗屎运了！哈哈哈！等会儿趁机把这小子解决了，宝物法器全部都是我的了。美杜莎，进来吧，跟哥混，保证你可以成为天地级别的妖兽。接下来该你了，青莲地心火，混沌青莲现。成了，果然青莲地心火和混沌青莲产生共鸣了，这下收服异火万无一失了。机会来了！现在那火焰已经人畜无害了，是我出什么好机会了？路人甲1，路人甲2，你们两个快点上，给我解决这小子！是家主。抱歉了，小伙子，下辈子记得不要轻易相信别人。放心，你死后我会多给你烧点纸钱的，千万别记恨我们。要知道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有这么多的宝物，就是你的错。坏人永远死于话多，还说人家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笑死我了！小学毕业了没有？什么？这富国生的孙女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一招打败我2名武者，这太不可思议了吧！美女，有点实力嘛！我2名弟子都是高级武者，没想到被你一招击杀。但是在我大师级武者面前，都是蚍蜉撼树罢了。等我把那小子解决了，到时候留你做我的侍女，终身侍奉老夫。老夫可是非常怜香惜玉的哦！哈哈哈哈！我呸！你这个恶心的老头子，居然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，真是个老不休！就凭你这个老杂碎，还想对本姑娘有非分之想，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！这么说的话，就没有留你的必要了。风之极，陨杀！糟老头子，坏得很！给我死！空间撕裂之深渊斩！不可能！小女孩居然能轻松打败我！我可是一脚踏入宗师境的超级天才！难不成这傅婷婷是宗师？天哪！你们傅家到底得到了什么机缘？我云山上次被你爷爷揍，现在又轮到你来揍，难道是捅了你傅家的马蜂窝了？终于把这难搞的异火收了，这下我的紫气天龙鼎可以完整恢复实力了。恭喜老师，贺喜老师！老师真是太厉害了，轻轻松松就拿下了青莲地心火。婷婷也很厉害呢，一招就秒杀大师级武者。云山，你服不服？看你还敢招惹我老师不？老师，笑死我了！你居然管他叫老师！我调查过，这小子根本一点背景都没有，就是一个从白州来的穷学生。傅婷婷，你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吗？陈大师，听说过吗？最近威震楚州的陈大师，谁没听过？你该不会是想说他就是陈大师吧？老夫还想留2条牙齿吃饭呢，你别给我笑掉大牙行不？你气死我了！哼，
你们别高兴得太早。陈洛轩，原来傅婷婷就是你的底盘，对吗？傍上傅家这条大腿，确实能让你少奋斗10年。但是你碰上了老夫，老夫的人脉在楚州可以通天，你给我等着！哼，等着就等着，看你能耍什么花招。还有什么帮手，快点叫来，我一并收拾了，免得再打扰到我老师收集天才地宝。喂，肖老妈，上次你说喜欢我们宗门那个宝物，只要你过来帮我解决掉一个人，我就答应你了，免费送你。哦，还有人敢欺负你云山，看来是不想活了吧？此人实力如何？就一个从乡下来有点实力的穷学生罢了，要不是我之前有点内伤在身，我一定拿捏他们了。行，凭老夫的实力，在楚州已然无敌手，就当帮帮你吧。宝物的事情说好了，不许反悔。陈洛轩，你们等着，小老可是在楚州有着秒杀宗师的实力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哦，就是那个萧然老头子是吧？只怕他见到了我也得跪下吧。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猖狂，罢了，像你这种不怕死的精神我很喜欢。只要你现在跪下，把所有宝物上交并加入我云岚派，我可以封你做我的首席大弟子。到那时你将有无上的荣华富贵，我再赐予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利，你看如何？就凭你想收我为徒，你还不够资格，区云岚派一群跳梁小丑罢了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今日老夫就让你葬身此处。小老，你终于来了，就是这个小子，还有这个女人，仗着有点实力就欺负我，快帮我干掉他们！你打错人了，小老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快点杀了这2个人呐！宝物我立马就可以给你。萧家萧然拜见陈天师。萧然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可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得罪我，是什么下场吗？陈大师，我错了，都是这该死的狗东西叫我来的，我真的是无意与陈大师作对呀，还请陈大师明鉴。罢了，看在灵儿的面子上，我便再饶你一次，起来吧。多谢陈大师。灵儿的面子是真的大，有了灵儿和陈大师这层关系，以后我们萧家在楚州便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，真是托了我孙女的福了。什么？他真的是陈大师，威震楚州，秒杀一切强者的陈大师！天哪，我这都干了些什么？看来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。云山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知道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是陈大师当面，小人云山敢在陈大师面前班门弄斧，实属是小巫见大巫，还请陈大师饶我一命。按照以前的脾气，敢惹本尊必斩灭你。不过我现在需要在楚州形成一方势力，正是用人之际，还是留他一命吧。罢了，今日就留你一命。不过你刚刚出言辱我徒儿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从今以后，你云岚派所有生意都由傅家傅婷婷接管，你可有意见？我没意见，我没意见。多谢陈大师，吓死宝宝了。要知道陈大师这样的人物，一只手指就可以让我死1万次。现在能捡回一条命回来，也算是我云山走狗屎运了。至于那些钱财，不过是身外之物。好冷啊，老师。
怎么这山洞还有这么冷的一面？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冰雪之城吧？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里已然变成废墟，荒无人烟。我已经能秒杀宗师的境界了，居然还会怕冷，这冰雪之地到底是啥存在？这不是普通的冰冷天气，这里蕴含着上古冰雪之神留下的气息。你冷肯定是正常的。那老师，你怎么不冷？你忘记了吗？我收服了青莲地心火，我怎么会冷呢？那可是异火呀。老师，那你倒是把异火传给我一点啊！快要冷死你徒儿了。不行，这个冰冷的天气，正好占其中气息，锻造你身体，对你提升有巨大帮助。再坚持一下吧。哟，这不是我的老同学傅婷婷吗？你怎么也敢来这冰雪之城历练？居然是他们两个，我的高中同学。以前读书的时候没少被他们欺负，只因为他们是八大王族的富家子弟，再加上这么多年来爷爷病重，导致我一直忍气吞声。没想到居然在此处又遇到了他们。婷婷，这些人是谁？老师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别走呀，老同学见面，不叙叙旧再走吗？你们算哪根葱？纵使千万人在眼前，我徒儿想走便走，何人敢拦？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乡巴佬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算了，老师，我们走。他们是八大王族之首的大公子，我们没必要招惹他们。哦，王族？怕了吧？这可是我们王族的天骄之子，9岁便五品武者。如今更是大师级武者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进入宗师境。我劝你们识相点，要不然你们都得死。傅婷婷，这该不会是你新交的男朋友吧？这一看就是个乡巴佬，瘦不拉几的，营养不良的样子。我建议你啊，赶紧跟他分手。我可以破例让你来做我的女仆，只要你终身侍奉我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傅家由我们王族来罩着。说我可以，不许说他，不然我对你们不客气。对我们不客气，笑死我了！傅婷婷，就凭你那点修为，打个蚊子都费劲。你懂不懂大师级武者的含金量？一根手指头就能灭了你们，你懂吗？别说你大师级武者，宗师境武者，我都一巴掌一个，跟玩儿一样。狂妄！小子，生物险恶，你要为你说的话负责。吃我最强一击，山崩地裂斩！哼，拿捏你还不需要我老师出手，排山倒海！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王少可是大师级武者，居然一招就把他秒了！怎么可能？傅婷婷，你怎么会这么强？要知道，我的修为堪称完美，就算宗师来了，也不一定能一招打倒我。你们傅家不是已经没落了吗？你爷爷重病不起，你怎么会突然这么强？上学时期，因为爷爷病重，你们就处处压我一头。如今的我，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你们欺凌的傅婷婷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王家可是10大王族之首，你以为我就这点实力吗？这就打电话给我们家族长老，你们等着。喂，金叔吗？叫上银叔，还有童叔，我在冰雪之地被人欺负了，快来救我！
你们等死吧！王少家的长老，全部都是能藐视宗师级的人物。还有什么金银珠宝书，都一次性喊来。我跟婷婷还要回家吃螺蛳粉呢。狂妄！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口出狂言！我王家3位长老都是化境宗师，任你们再牛也不够拿捏的，等死吧！老师，3位化境宗师，我们要不要把爷爷和婉清他们全部叫来？无妨，区化境宗师而已。本尊弹指间便可让他们灰飞烟灭。你是想笑死我，然后继承我手机里面的余额吗？老娘忍不住了，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，我看你连武者都不知道是什么吧？也不知道傅婷婷是不是瞎了眼，找了你这么个男朋友。你说够了吗？敢侮辱我老师者，该打！可恶，好痛啊！王少，等会儿一定要帮我报仇。放心吧，等我王家3大长老过来，一定让他们永远长眠在这冰雪之地。是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欺负我家少爷？是不是嫌自己命太长了？没错，胆敢惹我们王族的人，真是活腻歪了。我家少爷万金之躯，岂是你们这些垃圾可以侮辱的？唉，老头的剧情没啥看头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欺负王族的人今日就要死在这冰原之地了。抓紧完事儿，回家睡大觉吧。七叔、银叔、童叔，就是这傅婷婷，还有这乡下来的大学生，他们欺负我。对，快把他们杀了！刚刚他们把王少打的，估计都有内伤了。哦，就是你们2个惹怒我们家少爷。年轻人，你们还是太年轻了，在整个华国都没人敢惹王族，你们真是不知死活。金哥，这姑娘长得怪水灵的，能不能等会儿把她交给我呀？老二，次次都是你抢在前面，这次该轮到我了。你们2个笨蛋，没看到这姑娘是我们家少爷的同学吗？要享用，那也得少爷先享用。你凑什么热闹？说够了没？你们该上路了。老师，让我来。不行，婷婷，你们不是他们3个的对手。你虽说提升快速，但是根基还没有稳固。你实战经验太少，跟他们3个打，你会很吃力的。老师，人总是要成长的。身为你的徒儿，怎么能惧怕？越是有难度，越能提升我自己。再说了，以前他们王族总欺压我们傅家，这一次，我要新仇旧恨一起报了。老师说过，他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，去到其他地方游历星辰。我也知道这个男人不会属于我，但是我傅婷婷发誓，一定要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追上老师的步伐。只求这个男人心里的某一个小角落有我一点点位置，我傅婷婷此生就心满意足了。罢了，婷婷，既然你想战，那便战，但是切记不能勉强。如果打不过，就要让我来。来吧，今日就让我来结束这场战斗吧。喂，大学生，居然让你女朋友来出战，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呀！那我今天就让你这小妮子好好长长记性。要打就打，废话这么多。小妞，别说本长老欺负你，我先站着不动，让你先出招，让你今天尝尝化境宗师的厉害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鸿蒙10万式第5式蓝银半黄斩。
什么？这傅天天到底得了什么机缘？怎么会如此逆天？化境宗师的经书被他一招秒了。金哥，你什么情况？你该不会是见色起意吧？你都老人家了，就别惦记人家小姑娘了，应该多留点机会给我们年轻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一次真的出意外了。这剧情让我琢磨不透啊！是我，刚刚吃的太饱了，实力没发挥出来。三位叔叔，你们别开玩笑了，我累了，快把他们全部杀了。是，少爷。